大雨滂沱，一辆硕大的马车陷在泥泞不堪的泥坑里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温离同村里几位叔伯从县城赶集回家，正巧路过。小哥呀，你们这车是不是陷进泥坑里去了？要不要帮你们推一把呀？那再好不过，有劳几位乡亲帮忙了。大家卸掉背上的背篓，放到路边，让温离到边上帮忙看着。马儿前头，一位身穿白色锦衣，面上戴着一块银色面具的清贵男子也打着伞。他静静站在马车前头的道路边上，时不时地拳咳嗽两声。温离被牢牢吸引，满心好奇，但还是礼貌地收回视线，看向推车的众人。男人动了一下眼眸，朝他们这边斜了一眼，很快也收回了余光，目视前方。1、2、3，退！1、2、3，退！众人奋力向前推，马车却纹丝未动。你去前头牵着马，让马也动一动，靠我们这点力气推不出来呀。高个子和一小哥急忙跑到前头，牵着马儿往前拉。来，大家一起使劲！有人牵引，马儿走动蹄子，车子果然跟着向前动了。可终究还是差点，怎么都出不了大坑。温离看得干着急，大眼扫一圈，发现前头有一块木板。他从马车一旁绕过去，打算去捡起那块木板来垫到车轮下。顺风为了让骏马动起来，用力一拍马臀，马儿受到刺激，高昂头颅，猛地抬起前蹄。姑娘当心！危急时刻，白衣男子神色一凛，飞奔过来将他一把扯开。温离猛地一冲，又被人用力一拽，整个人摔进他怀中。温离却被惯性一带，还没站稳，一只脚就踩在了一坨烂泥巴上。慌乱中，他想抓住什么来稳住自己，脚下一滑，重心不稳，整张脸直接贴着他的胸口摔了下去。抬头定眼一瞧，眼珠子差点从眼眶中蹦出来。大雨哗啦啦不绝于耳，周围陷入一片静谧，仿佛一切都停止了一般。堂堂陈国摄政王，此时正被一名路过又素不相识的农家女给突然掏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想找死吗？愤怒的一把挥开他的手，惊慌后退好几步，深邃的瞳孔倏地睁大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温离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正要松手道歉，结果男人没给他任何机会，扬手就是一挥，一股冲击力将他冲翻。他翻滚两下，惊叫一声，滚向溪沟下。救命！快救我！哎呀，李丫头，你怎么摔下去了？几个叔伯惊讶不已，刚才不是逃开了吗？哎呀，愣着做什么？快点救人呐！顺风看向黑了脸、愤怒又窘迫的主子，咽了咽口水，又看向挂在坡下的女子一眼，微一思索，还是使了轻功飞身而下，闪身一把揪住温离的衣领，将他拉上来。太好了，小哥会武功。李丫头怎么样？要不要紧啊？温离抹掉脸上的雨水和泥巴，他此刻浑身又湿又脏，冷得发抖。哎呀，你手臂流血了。哎呀，去找一找有没有干净的布条，这伤口还挺深的，需要包扎。顺遂后知后觉，看到自己主子的雨伞跌落一旁，身上也被雨水打湿，他急忙跑过去捡起来给他撑住。主子，您没事吧？萧心言气得胸口起伏，牙齿咯咯作响。这该死的女人手劲儿那么大，差点被他一把握断。已经沉睡了多年的好家伙，像是被狠狠刺了一下，犹如一根针扎进了心坎里，火辣辣的疼。他清心寡欲这么多年，还没哪个女人动过他，他竟然上手。顺风掏出怀里的金疮药递给林婶，先让他上一下金疮药，不然血流不止可不行。将药粉倒在伤口上，疼的温离丝丝抽泣，眼角滴下泪珠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不是让你避开了吗？要是跌下去被大水冲走，多危险啊！是他推我下去的，他没安好心，意图谋杀。我为什么推你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个轻浮不要脸的女人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去拿那块木板来垫车轮下面，谁知道马会惊啊！帮你们还帮出错来了，好心没好报。所有人好奇地看着两人互相指责，一脸疑惑。姑娘，害你受伤了，今日多谢几位帮忙，这里有点碎银，还请收下，全当一点辛苦钱。姑娘，你赶紧找个大夫看一下，这伤口有点深，拿着这里的银子也去配点好的药膏，免得日后落疤。
等包扎好手臂，他一把夺过顺风手里的钱袋，揣在自己腰间。怎么还真拿了呀？不拿白不拿，叔伯们为了推车全身淋透，回去会不会得风寒还不知道，就当抵要钱了。叔婶，咱们赶紧回家，还要走不少路，一会儿我把钱分给大家。临走前还不忘撅着鼻子狠狠瞪他一眼。那就告辞了。多谢各位的相助，大家辛苦了。顺风客气地与他们辞谢。萧心言气得伸手指着叽叽喳喳离开的曼妙背影，语无伦次。她那粗鲁的女人，她刚才还瞪了我，是不是？简直岂有此理，胆大包天！她就是个贪财、无耻、粗俗、下流、好色之徒。你给她那么多干嘛？给她3两都嫌多。顺风小心瞟一眼有史以来第一次失态的主子，忍不住又瞄一眼他下方，将头埋得更低。没用的东西，走，一会儿让薛灵善来见我。他这县令怎么当的？路见成这样。雨实在太大，大家走到村子前的土地庙，在庙前暂且避一会儿。温离抹掉脸上的雨水，一把扯下湿哒哒的钱袋子，开始数钱。还以为那钱袋子最多也就3、4两银子，结果打开一看，足足30两。哎呀，这么多啊！温离红了脸颊，确实多了点儿。早知道刚才打开看一眼，不然的男人估计还以为他就是故意贪他这点小便宜。这下可好，有口说不清了。算了，他自愿给的。温离一把将那精美的钱袋子一股脑全部倒在凹凸不平的台面上，细心的开始瓜分。咱们一共6个人，我就按人头来分吧，1人5两。你自己拿着吧，我们做长辈的哪里好分这钱呢？你要愿意呀，给小虎分点就行，他们孤儿寡母，日子艰难呐。那怎么行？都是叔婶们在出力，我充其量因为受伤才理直气壮拿了这银子，我分好了，叔婶们自己拿，每人1份啊，这钱袋子就给我啦。说完自己抓了1份装回钱袋，冒着大雨就冲向西面的小路，向着家的方向跑去。哎，温离，哎呀，这丫头还下着大雨呢，急什么呀？她是怕我们不肯拿呀。王有松摇摇头，哎，罢了，既然李丫头愿意，就每人拿1份吧。但是拿了这银子，就得管好嘴巴，别到处瞎嚷嚷。我们这是沾了她的福气，才得到这意外之财。这钱严格来说，是她手臂因那位贵人而伤，才补偿给她。她愿意分给大家，就拿着。记着咱们又欠她一个大人情，平日多帮衬她一些。温离冒着大雨冲回家中，彻底淋成落汤鸡。他赶紧将东西都拿出来晾到一边，又去屋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，急忙去厨房起火做饭。天色已暗，徐爷爷还等着他的晚饭呢。片刻后，温离手脚麻利地做好饭菜，他盛出1份装进食盒，拿着伞朝后屋山崖的药炉走去。徐老正坐在屋檐下切着药材，等温离进屋摆好饭菜，他才停下手中的活儿去净手。怎么伤的？刚吃2口，老人家就注意到他手臂上的伤口。回来的路上窜出一只野猫，被他给咬的。看着不像咬伤，是划伤。你自己摔的吧？差点摔溪沟里，被大水冲走，临险些就没了小厨娘做饭吃了。你不是和黄老头他们一道去的县城吗？怎么会摔下去？这么不小心。徐庄赶紧起身去给他找药。毛手毛脚，你是个姑娘家，这么长一条口子，肯定要留疤了。是那只可恶的病猫，它把我吓得摔下去了呗。到底不好意思将自己摸了人家大鸟的事情说出来。伤口有点深，给。等伤口愈合以后，每日涂3次，1个月后每日涂1次，直到伤疤消失。估计要磨个大半年左右。大姑娘留了疤，可就找不到俊俏的小郎君嫁出去了。这几日当心着点儿，伤口别沾水。这说到嫁人之事，温离瞬间捏下脑袋。徐爷爷，能不能求您帮个忙？说吧，又有什么鬼点子？
想让爷爷帮你什么，直说。爷爷最好啦，下个月就到我18岁生辰了，我不是还没寻到好人家嫁出去吗？我前几日被叫去县衙相看了，不想被强行婚配。官府给配的那些男人，不是缺胳膊少腿，就是瘦得跟个猴子一样，要么年纪都快赶上您了。您不是认识薛大人吗？能不能帮我去说说情，给我宽限半年？是啊，这一晃3年过去，他停留在这里已经3载春秋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这不是长久之法呀。许爷爷最多给你求的1、2个月的宽限时日，可日子一到，还是要解决呀。那怎么办？过几日，咱们西头县争取壮丁还活着的男子都会被遣返归乡。黄埔生前不是想定下你做他孙媳吗？连房子、田契和皇户都交给你了。我听说黄孝那孩子识字，相貌也生得周正。若是他此次能活着回来，你去将他接回，你们2人拜堂成亲，2年后生个胖娃儿。可是我没见过他呀。没见过有什么关系？你们2个如今都是无父无母、孤苦伶仃之人，郎才女貌，刚好般配得很。只要你们2个人都同意不就行了？管那么多做什么？那孩子我虽没见过，但听黄老头说呀，他是村里唯一一个童生，读书很厉害，头脑特别灵光。若5年前没被征去壮丁，估计啊都能考出一个秀才出来。可惜了。不过也没法子，国家存亡之际，匹夫有责。低头动作又没有蒙眼睛。 5年前，强敌来犯，北面边境的蛮族一图北下，妄图吞并整个大陈。为抗强敌，摄政王征集全国壮丁前往边境抗敌，紧急下令年满16以上的男子入伍，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个，除非老弱病残、身体将死，哪怕是独子，只要身体健全，都不允许逃丁。若逃丁不服从者，被发现将会株连9族。过几日告示一出，我同你一道上县衙走一趟，先去确认一下黄孝是否能回来。说他不幸未回，我再替你去求薛大人就是。行，也只能这样了，麻烦徐爷爷替我操心。跟爷爷无需客气，不过你也要有个心理准备，这求来的宽限之日肯定不会太长，毕竟薛大人也不敢忤逆摄政王颁发的诏令。温离叹口气，点头理解。下官不知主上驾临小县，有失远迎呐，还请主上降罪。水光村的壮丁是哪几个？可怜薛县令过于紧张，没及时答复。身后的文献成赶紧替他回答：回主子，在最后几页。萧星言翻到后面看了几眼，合上册子，淡淡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：从里面选一个合适的身份给我，要伶仃之人，家中再无亲眷那种。本王要在这里住上1年半载。那几个老家伙估计怎么也想不到，他虚晃一枪，最后落脚在自己的封地。主上可是要寻徐神医治病，我落脚这里之事，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特别是宫里和崇辉宫那边。要是你敢给太皇太后递消息透露本王的行踪，本王唯你是问。下官不敢，下官一定守口如瓶，绝不敢透露半分。摄政王不想弄得人尽皆知，他岂敢造次？那下官给您安排一处清幽的宅院，到时候去请徐神医过来，您看？不用，水光村景色宜人，我就住到那里去。是，那下官立刻派人去给您布置一间院子。给我安排好新的身份即可，其他无需你插手。啊！不让他做安排，要是怠慢了可如何是好？可是他又不敢不听从命令。是，那下官知道了，立刻给你安排。不一会儿，主上，这有个叫黄孝的挺合适，请您过目。萧星言接过册子扫了一眼，
这黄孝儿时有一，父母双亡，原本还剩一个老祖母与他相依为命，但2年前已经故去，现在家中已无人。如今他也在这红册上没能回来，有些令人惋惜呀。这一战，他为国战死，家中却再无人等他归家。刚下官查看了他的肖像，发现他眉眼竟与您有几分相似，您看。萧心言放下册子，他转头对身旁的顺风下令道：传信给秦将军，让他寻一下这个黄孝，可以的话，命人将他的尸骨带回来，将他与家人好生安葬在一起。寻块风水宝地，安排人照料。是，属下记下了。萧心言轻敲桌面，思索片刻后又开口说道：那就暂用一下他的身份，你去安排吧。是，下官领命。那您稍等几日，下官需要重新修订一下册子，将黄孝挪出来。5日后会将布告贴出去，到时候将黄孝的遗应物品和文牒交给您。萧心言颔首表示应允。事情办完，他歪着身体靠在太师椅扶手上，支着侧脸，敛下眼眸。水光村不仅安静宜人，那路还让人记忆犹新。薛大人，多花点心思在百姓身上，少进些那些乱七八糟的宝物和美人，比什么都管用。说完，起身大步离开。薛林善傻了，差点哭出来，急忙跟上前去拉住顺风，小心询问：顺护卫，主上这是什么意思？下官兢兢业业，没犯什么大错吧？顺风摸摸鼻子，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。主子要去水光村落脚，但水光村道路崎岖不平不说，下雨天坑洼难行。我们在回来的路上，车子陷入坑里，差点拔不出来，幸得几位乡亲相助。他省略了主子因此被一个粗野丫头占便宜的事儿。你带人去修缮一番，也是造福百姓攒功绩的大好事一桩。下官明白了，多谢大人提点。昨日那场大雨下了一整夜，不少田地被淹。温丽今日一早去地里溜达一圈，发现庄稼倒了不少，幸好只下1日，不然要是全淹，可就损失惨重。等太阳一开，成熟的庄稼必须抓紧时间抢收。等回到家中，已经接近晌午。卸下背篓，将挖来的土豆、摘来的青菜取出来，他开始起火做午食。中午就简单做个青菜炖粉条，烤土豆，再做个韭菜炒鸡蛋。等做完，他按照老规矩盛了一大半，一手提着食盒，一手端着大碗烤土豆，朝山崖上走去。他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毕业后考进自己家乡一所农科院，成为一名普通作物研究员。不想下乡调研时出了车祸，车子翻下悬崖，他当场就失去意识。等他睁开眼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倒在了地沟边，穿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朝代中，成了一个年仅15岁的小姑娘。徐爷爷，吃饭了。温丽端着碗笑着朝里面打招呼，结果刚入院中，就瞥到院子正中间破旧石桌旁坐了客人。徐爷爷，我把饭送来了，快点出来吃饭。脚步一顿，待看清坐着的人，灿烂的笑容瞬间冻住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顺风和顺随也是大吃一惊，这不是昨日那位姑娘吗？她怎么也在这里？一身水墨绿长服，戴着面具虚弱躺在竹椅上的男人也是明显一怔。徐老听到他的声音，端着刚刚熬好的药出来，笑问：怎么，你们认识？何止是认识，简直是冤家路窄。温离不甘示弱，怒斥回去：不认识。爷爷，他们是你的病人。对，来找我治病的。徐老视线来回扫了2人一眼，轻笑一声：他不会就是害你滚落溪沟，差点被大水冲走，还害你手臂受伤的那只病猫吧？这只病猫为时大了点儿。爷爷，这私下吐槽抱怨的话，西老直接拆台呀，还当着当事人的面。萧心言眯了双眸，抬起下巴，直勾勾盯着他。我是病猫，还害你跌落溪沟。温离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他叉着腰，强装镇定，强辩道：徐爷爷年纪大了，二贝估计听错了，我和他开玩笑呢。哦，是吗？玩笑也能乱开，姑娘可真会掐头去尾。
要不要我跟薛老先生解释一下，说一说我为什么要将你扫入西沟的原因？要不是你……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，看公子如此光明磊落之人，何必翻旧账？堂堂摄政王，不仅被人占便宜，现在还被人捂嘴，还是被同一个女人在此非礼。萧星言瞳孔一震，惊骇地扑扇着锐利的双眸。这女人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窜上来不由分说就按住他，活腻了他。顺风顺随惊得头皮发麻。苍天哪，这女人在干什么啊？主子这是又被她给轻薄了，不要命了？要不是刚施完针，身体还虚弱，萧星言能一巴掌将这个狗胆包天的女人扫出院外。虚弱的摄政王没能扯开，气得差点吐血。该死的女人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吃什么长大的？要不是我刚去完针。一旁的两个难兄难弟已经被惊讶的彻底忘了反应，直接傻在原地，张大嘴巴看着自家被压的主子。这姑娘胆子真肥，迄今为止她可是第一个，史无前例，绝无仅有啊！见身下之人要侧头寻求支援，温离松开一只手，抓住他乱动的手，直接一把高举头顶，头一歪，横在他面前，将他整张俊脸挡住，不让他看一旁的两个跟班。公子这样风光霁月之人，应该不想被人知道那种糗事吧？要是你答应就此翻篇，我就立刻放开你。如何？答应就眨眨眼。被压的人瞳孔都气得冒烟了，那眼神儿就差将他抽筋剥皮吞入腹中。温离对上他阴沉的双眸，有那么一瞬间后背发凉。不过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两对双眸就这样你瞪我，我怒视你，僵持着。顺风顺随也是被温离这突如其来的大胆举动惊得呆愣半晌，忘了上前制止。顺风犹豫着，是上前一刀剜了他，还是将人给劈晕，亦或者扯开？上次这姑娘都上手摸了主子的宝贝，主子也没出手杀她，还放人家走。而且这姑娘与神医相识，要是我动手，神医肯定会迁怒，要是不给主子医治的话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看这姑娘又是不会武功的，仗着主子现在使不上力气，用了点蛮力才奸计得逞，似乎也没多大恶意，也不知道主子身份，直接杀了的话貌似不大好，但肯定是不对的。哎呀，可是不杀吧，等主子恢复过来，要是暴怒，我和顺遂会不会死得更惨呢？双眼一闭，心下一横，顺护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啥都不干。主子，为了大臣安危，为了皇室血脉，为了您的子嗣繁荣，要不您将就委屈一下。理清利害关系的顺风一把拉回已经迈开腿打算上前的弟弟，朝他摇摇头。久等不来替他拉开这个放肆之女的摄政王彻底被激怒，何时这么屈辱过？还是被一介粗女如此对待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快答应，答应了我立刻松手，我说话算话，真的。额头青筋已经凸起，萧星言气得试图冲开内力。公子三思，现在强行冲开内力，可就前功尽弃了，一个不慎还有可能暴毙而亡啊！行了，李丫头，一个女孩子家家怎能强行按着人家公子，简直离经叛道！快放开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难不成想把人家抢了做上门夫君？那正好，都不用为嫁人的事情发愁了。徐爷爷，我们在解释误会呢，只是误会。居老翻个白眼，你都快把人家摁死了，快放手，不然一会儿脑袋怎么落地的都不知道。到底是怕他真惹怒了这位身份不明的高贵公子爷，居老好心提醒。那我放开你了，咱们说好了，你不许翻旧账。说完真松了手，快速逃开，一个闪身已经躲到了徐老身后，将自己隐藏。萧星言气得怒爆粗口：蠢女人，你想找死吗？
两个蠢货，愣着做什么？为什么不上来制止他？顺遂胆小的缩缩脑袋，不解地看向哥哥。刚才你拉我做什么？你看主子都气成什么样子了。瞧嘛，我就说主子盛怒之下也没说要杀了他，只说让制止啊。你也想上去啊？这真要杀了，后面我们就得跟着入土陪葬了。快跟黄公子道歉，你冒犯人家了，仔细惹到了不该惹的人。这一句低声提醒让温离如梦初醒。那个，对不住嘛，我受伤的事你也补偿过我了。至于那天的事情，纯属意外。我现在与你诚恳道歉，我真不是有心的。加上刚才冲动捂你嘴的事情，对不起，请公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个小女子计较。说完，慢慢挪出身体，朝萧心言深深鞠一躬。萧心言咳嗽完，红着眼咬牙切齿，将他从头到脚剜一遍。不想他却忽然认错，整得他都不知道是该发火还是盛怒。颤抖的手指半天，目标一转，朝他身后的两人怒吼：两个蠢材，过来给我倒水。来了。这丫头是我干孙女，名唤温离，冒犯公子，还望公子宽宥。她就是个不懂礼数的乡野丫头，行事冲动莽撞，还请公子别跟她计较。药一凉，公子把它喝了吧。一会儿我写个方子抓好药，公子先回去服用5日，5日后过来，我再帮你取第2根。李丫头别闹了，王爷爷把饭菜拿出来，再去添几副碗筷，饭菜估计不够。你锅里还有没有？有的话再去盛一点来。等药效散去，还要大半个时辰，几位就在寒舍将就着吃一口吧。说着尽力替自己这毛躁丫头解围。这丫头虽然莽撞，不过厨艺了得，公子赏脸吃一口。说完朝温离使眼色，到底反应机敏，温离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回：有，我下去端了，再做盆面上来，稍等。萧心言看着遁逃的婀娜身影，无语的再次闭眼，努力平复胸口的火气。等他痊愈，他非挖个大坑把这女人给埋了不可。爷爷，我准备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山崖左边一条小道上，一辆小驴车已经套好。好，爷爷锁一下门。居老将院门落锁，驾着小驴车带着他出发。路上看到村长带着村里的男丁们正在卖力修路，温离客气与他们打招呼：今日徐老一同进城啊，早去早回啊，我们等你们接人平安归家呀。黄爷爷、黄叔，你们慢慢忙。这次一同出示公告的，其实还有县令大人下达的一项惠民之策，由县令牵头募集善款，凡是溪头县各大小商户自愿出资为偏远村落施财修缮道路的，根据捐赠银钱数额，适当减免商税、人头税等税收。水光村离县城比较远，路又偏，薛县令直接拍板，就从这个村子修起。水光村有幸成了第一个修缮道路的村落。驴车慢悠悠行驶，1个多时辰才到达县城。他们入了城门，直奔县衙。可县衙门口却排起了长队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全是来领人的。我们午后再来吧，人太多，先去忙别的。好，那先陪您去药铺，我再去粮铺买白面。可能午后都不一定会少，再迟些也可以。咱们赶在天黑前过来领人回家就好。经过县衙后边时，隐约能从里面传来庆幸的欢呼声和悲痛哀泣之声。温离心中一紧，莫名有些伤感。徐老去冯家药铺换了一些药材，趁着他老人家与冯先生交谈之际，温离去隔壁的猪肉铺割了2刀肉，买了不少板油和排骨，又去粮铺称了10斤白面，到盐商那里买了一些盐，去集市逛了逛，还买了不少其他东西。等买完回来找徐老，他老人家还在和冯先生谈笑闲聊。婶婶，我先把这些东西放您这里，爷爷和冯先生还在聊，我再去书肆转一圈。去吧去吧，一会儿给你抬进去放着。谢谢婶婶。温离掏出背篓里的一个大布包，放好东西就朝东边的书肆跑去。这书肆是一位秀才家的小娘子所开，他夫君是县城白桐书院的教书先生，他凭着夫君的人脉和关系开了这间小小的书肆。
曹娘子是个泼辣会舞还识些字的俏娘子，性格豪爽，只比她大2岁。温离将布包里的东西交给她，静静等她看稿。陶七咧着嘴角，又偷瞄她好几眼，每次看她的画，她都忍不住犯嘀咕和羞涩些许。一个未出阁的小丫头竟然懂这些东西，画的还如此清晰大胆，真是活见鬼了。好歹也是现代女性，没尝过肉还能没看过猪跑？温离淡定自若，丝毫没有羞耻之感。陶七数了一下画册的张数，哈哈笑2声，转身去给他取银子。下次大概什么时候能再来交下一次的画稿？可能要到年关才能来了。你要不专门画这个得了，可不比你这种庄稼累死累活赚的少。那位客官啊，每隔半个月就来问一次，巴不得你一次性都画完，出价也高。哎，你真不考虑一下？庄稼肯定不能弃了，再过2年我多赚点钱，工人帮我种。等忙完我会找时间抓紧画，到年底前这一册应该是能画完的。那就好，等全部画完啊，姐姐给你结剩下的银子。哎，画纸这次要不要了？要的，还有丹青也没了，姐姐也给我拿些。行，那你等着，我上楼去给你取。你想看什么书啊，自己找。哎，谢谢陶姐姐。温离等他去拿画纸和丹青的功夫，挑了2本游记。等拿到东西，他与陶娘子告别后，又急匆匆跑回药铺。温离和虚老等了小半个时辰，这才步入县衙内。还没等到他开始核实皇后册籍，后衙跑来下人，将虚老给请去了后院。没事儿的，爷爷去好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我这边如果好了，我便在县衙门口等爷爷出来。温离见爷爷不放心，微笑着宽解他。虚老点头，背上自己的药袋跟人走了。温离又等了好一会儿，终于轮到他。他将皇后交给差爷，娇声回禀：差爷，我是水光村西坡边黄婆家的，来接皇孝，请您过目。那差吏接过皇后，先在红册本上翻到水光村，再一个个名字对过去。恭喜姑娘，家人平安归来。您稍等我一会儿，等我寻到名字，给你开个条子，就去右边领人吧。领到人再去正堂领赏银。哎，多谢官爷，都是借的官爷的福气。官爷来日必定官运亨通，诸事顺遂。哟，小姑娘这嘴也是能说会道啊。寻到了黄孝，水光村西坡黄平家孙子，年方21，是此人吧？对，正是。那你等等，我给你开条子。哎，辛苦官差大哥。温离捂着砰砰狂跳的心，欣喜万分地等着。他旁边的一位妇人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差爷，红条是不是说明我哥哥没回？那差爷微微点头，安慰了一句：他为国捐躯，是大英雄，还请节哀呀。拿了条子去东面看看他有没有遗物收回来，若没有就去正堂领赏银吧。那老妇人捂着心口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温离看得心酸，这一幕他刚刚看了大半个时辰，喜忧参半。而那他面前的差爷写完条子，将黄条递给他：去吧，日后好好过日子。温离拿了黄条，向右边的院落走去，前头空荡荡，不见什么人影排队。温离深吸口气，捏紧手里的黄条，走到桌前，将黄户和黄条交给门道边的差爷查验。啊，黄孝？那差爷明显一愣，奇怪的抬眼打量他，不解问道：黄孝还有家人在啊？你是黄孝的什么人呢？温离恭敬回道：回差爷，我是他的未婚妻，来接他归家的。谁？未婚妻？是。那个你稍等一会儿啊，我去核实一下。说完急忙起身奔向正堂。温离奇怪地看着那人火速跑开，他站在桌前等了好一会儿，却不见人回来。他往里探几眼，见里面空无一人，踌躇片刻，自己往里走去。还没走几步，同样一身差服的赵林听到声音走过来，拦住他查问：姑娘，你来找谁？这里已经无人了。差爷，我是来接人的，我拿到的是黄条。你会不会是弄错了？这边已经接完了，幸存将士全都遣散光了。温离却坚决摇头，目光扫一圈，视线停在院墙最里面一株银杏树下。不会错的，我的确拿到的是黄条。那不是还有一位吗？只见银杏树下一袭藏蓝锦衣男子，身材纤起，容止端雅，
此刻的他正侧着身子站立，侧对着他们，低头认真翻看手里的竹简。你接的人叫什么名字？你接的人叫什么名字？说着，伸出手朝他要黄户和黄条，打算核验一下。民女接水光村西坡黄家的孙子黄孝。赵林仔细核实了手上的黄条和黄户，惊讶地问他：“你是黄孝的什么人？”鬼差爷，我是黄孝的未婚妻，来接他归家。赵林瞳孔猛地瞪大：“谁的未婚妻？”手上的黄户吓得差点拿不稳。他这大声一叫嚷，引来一直低头的目光。男子缓缓抬眸，锐利的目光朝着他们瞥过来。什么事？惠公子，这位姑娘说她是您的未婚妻，说来接您回家。你说你是谁的未婚妻？温离被对面之人的样貌气质给深深惊艳了一把，晃神片刻，一时看得有些挪不开眼。姑娘，黄公子问你话呢。柴大哥，他是黄孝。赵林被他绕晕了。不是你自己说是黄孝的未婚妻吗？怎么你自己未婚夫你不认识？哎，你到底是何人？我真是来接黄孝的，我是他未婚妻没错。他5年前被征去壮丁时，我还没过来，所以我们不曾见过面，自然不认识他。我是3年前被黄婆婆所救，并定给她做媳妇儿的。婆婆已经去世了，所以只能我自己来接她了。不然我也不可能拿着他家的黄户来领人呐，这黄户又做不得假。话是这么说，赵林还是有些狐疑，正要开口，薛县令匆匆跑过来。来了，下官取来了，让您久等，这个给您。说着，将手上的文牒、放归书、征丁集册等医用物品恭敬地递给萧心言。温离探头一瞄，赫然看到最上面一张纸册上写着黄萧2个大字。他真的是黄孝。温离眯着大眼，仔细又窥探着这张俊美的脸好几眼。萧心言接过薛林善呈过来的东西，随手打开看一眼，没什么问题，又将它递过去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下官给您包好。主子，马车备好了，咱们可以出发了。哎，温姑娘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怎么也在这里？看到一身官袍的薛县令，温离收回疑惑，先弯腰给他行礼。水光村民女温离，见过县令大人。免礼吧。赵林怎么做事的？不是让你伺候好公子，怎么能让人进来打扰？说着不满地瞪他一眼。这姑娘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惊扰了公子可如何是好？不是大人，这姑娘她……赵林想辩解，但是他现在也有点蒙圈。大人，民女是来接未婚夫黄孝归家的。啊？你说接谁？未婚夫？薛林善彻底呆住，眼睛瞪得滚圆，嘴巴张的都能塞下个鸡蛋。不是，姑娘，你搞错了吧？这黄孝不是家中无人了吗？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未婚妻来？你说你是黄孝的未婚妻，这怎么可能？绝不可能！薛县令满脸抗拒和不相信，就差下令将人撵出去。大人，民女所言句句属实，千真万确，虚爷爷可以作证。虚神医？你和虚神医又是什么关系？我是虚爷爷认的干孙女儿，他老人家方才被请去给您夫人请脉，您要是不信，大可以请他出来问一问。赵林走到自家大人旁边。大人，他手里的黄户和黄条属下核查过，的确是真的。他也吃惊不小，这姑娘说的有板有眼。真是如此啊？不可能，本官没听说过，你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来人呐，请这位姑娘去正堂领抚恤金，她定是伤心过度，一时无法接受，脑子犯了糊涂。大人，白纸黑字在我手里呢，你仔细看看。他不能就这么被忽悠过去。那长得绝美的公子不就是黄萧吗？为什么要阻止他们相认？这是闹哪样？薛县令一头两个大。大人，3年前黄婆婆带我来县衙上过黄旗，您还有印象吗？
民女就是那个逃难而来的小姑娘，您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。薛大人死命摇头。3年前还是您亲自审问的民女，审查结束后还是您派州主部给民女上的黄旗，您忘了？2年前黄婆婆过世，将我定下做孙媳，就等黄大哥回来成亲。这不，他老人家把皇户、房契、地契都交给我了。如今黄大哥归乡，我自然是要来接他归家的。不瞒大人，民女下个月就要满18了，按照摄政王颁布的诏令，民女理应到了嫁人生子的最后年限。民女就是为了等未婚夫归家，这才拖到现在。还请您念在民女一片痴心的份上，宽限几日，容我们回家慢慢操办喜宴，请大人成全。薛大人，这就是你办的好差事。薛林善双腿直打颤，差点没跪下去。不是黄公子啊，下官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。下官有派人查过几次，确定是真没人了的，更不知道您还有一个未婚妻来着。他也无奈得很，相当无辜。薛林善不死心的又转脸吓唬温里。这位姑娘，这种事可万万开不得玩笑的，你要想清楚了。回大人，民女绝无半句虚言。您看，这是皇户，如今旗上只有黄大哥一人了，这是民女的。薛县令差点一口老血呛死自己，他无奈抖着双手接过，瞪大双眸仔细查看。怎么你的黄旗不是跟他同一本？民女只是借靠，因为正式嫁进皇家，自然不在同一本上。是了，这丫头确实是借靠，得水光村族人力保，落了黄旗。苍天，再过2年她就任期满了，还能升迁不？还有希望不？主子，温姑娘这是误会，把您当成她的未婚夫了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顺风，他是你主子啊？对。那就是说，那天我无意中掏了人家传宗接代那玩意儿的，正是这位。而他不仅仅是那个戴着神秘面具的病娇美公子，还是黄婆婆的孙子黄孝。所以他来找薛爷爷治病的时候，说自己是从北边来的，在战场上受过重伤。黄孝不就是去了北边的战场吗？刚好对上了。不巧不成书，老天爷只是知道我遇到了困难，特意送了一个如意郎君来给我嘛。妥了，就是他。虽然这身板看着太弱，有种林黛玉随时都要晕倒的错觉，估计不太好生养。不对，不太好播种啊，呸，是不太行。不过这正是我想要的，有了这奇迹，不管能不能成功，应该能暂时解决掉眼前这个困境。嘴角一扬，温离开足马力奔过去，一把搂住对方的手臂，开始卖力表演。夫君，我来接你回家成亲生娃去。这女人疯了吗？没发现自己已经被当疯子的温离继续卖力推销自己。咱们夫妻双双把家还，恩恩爱爱过日子。放心，咱家有鸡有鸭还有猪，有田有地还有屋。虽然你身体不好，但是没事儿，我能干活，还能种地，我养得活你。他这一串噼里啪啦的风言风语，砸得一旁所有人瞪大眼珠子。这丫头到底哪儿来的自信，说要养我们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被误认为未婚夫的堂堂摄政王，简直是头皮发麻，差点两眼一黑。放手，成何体统？这一抱，手臂无意中蹭到他柔软的部位，那熟悉的气息和触感再次直串脑门。先前羞耻的一幕再次浮现脑海，快速偏过头，面色忽红忽白，耳尖滚烫。大人，要不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今日就在您这里拜了堂再回去吧。您看我今日还特意穿了一身喜庆的红衣，红盖头我都带来了。黄大哥家中已无长辈，
我也是孤身一人，要不借您尊贵的身份，给我们做个证婚人，您替我们做高堂。徐爷爷去给夫人请脉去了，我这边的长辈就请他老人家过来，把这事办了。民女也不算违抗诏令，您也好有个交代。等我们回家再给婆婆的牌位磕头敬茶即可。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？我觉得甚妥。还甚妥？哪里妥呀？当场逼婚，当朝摄政王。姑奶奶，你别仗着自己孑然一身就为非作歹好不好？你不想活，我还想活呢。薛县令差点没将自己脑袋咬断，吓得连连后退。萧金言被他这听风就是雨的想法惊得两眼一黑。大人，您别退啊！您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薛大人踉跄2步，膝盖一软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泪如雨下，就差高喊一声：“姑奶奶，您饶命吧！”不行吗？当然不行。2道声音异口同声拒绝。文姑娘是吧？这婚嫁之事不是儿戏，哪有这么随便的？得要慢慢准备。你可以先回去好好想清楚，慢慢筹备。温离坚决摇头，抱着就是不肯松手。人生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和黄大哥都没有父母了，您是我们西头县的父母官，再合适不过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婚姻大事要慎之又慎，不能这么随便。你看你这么随便，这不委屈了黄公子吗？他这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死里逃生回来，还立了大功，这上面兴许还会有其他嘉奖下来。黄公子说不定还能封个什么官职也说不定啊！你这没有喜糖，没有新服，更没有宴席，没有宾客，多委屈啊，对吧？啊，这样吗？瞄一眼身旁高挑俊秀的男人，好像是有点委屈了。可是我这马上就要满18了，下个月生辰一过，您会不会派人来抓我？原来重点是这个，他就说这女人再怎么恨嫁，也不可能疯的脑子都拎不清楚吧。萧敬言凝视他一眼，使劲将手从他手中抽出来。不会，我会传令下去，给你宽限几日。可是空口无凭，这诏令可是摄政王该印下令，您也做不了主吧？下边的差爷们万一忘记，还是会上门来抓人。这到时候小女子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要不这样，您给我一个具体的期限，我回去好好准备，隆重准备，认真准备，绝对不会委屈了黄大哥。您看可成？成什么成？打死都不能成，就没可商量的余地。可他的确不敢随便应承，气得他满头大汗。实在看不下去的黄公子扶着额头开了金口：“我不可能娶你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”为什么？难道你外头有人了？还是说你被哪家权贵看中，要你上门做他们的上门女婿？或者是你爱上哪家小姐，已经心有所属？胡说八道，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你脑袋瓜里成日就只有嫁人这件事吗？你是女子，好歹收敛着点。那是我的错吗？要不是咱们摄政王颁布了这道变态诏令，我至于这么着急恨嫁？听闻他自己都没娶王妃，还不孕不育，就上赶着催促我们小老百姓成亲生娃，自己不能生，就想让我们多生几个，你说变不变态？那是他的错喽。不是说他错，是欠妥。我们平民女子何其无辜，不像大户人家的闺秀小姐，能嫁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吃穿不愁。我们小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为了一口吃的费尽全力，如今还要为嫁人生子发愁。那生下的孩子呢？不用吃不用穿，太阳一照就能长大，还不是要靠粮食养活？再说了，小老百姓里身体健壮的青年才俊，大多都被身壮丁，活着回来的少之又少，剩下那些反正就是不合适，
有幸没被争去的，早就被人抢光了。这要是能找到良人还好，找不到，到了年岁就要被官府强行婚配，万一遇人不淑，不是跳进火坑吗？他为什么不让达官显贵多生点儿？每户人家生个180个孩子，他们养得起。我们老百姓首要解决的应该是粮食和赋税问题，吃饱穿暖，才有余力成亲生娃娃呀。富人不知穷人苦，好汉不知恶汉饥。我看他就是不食人间疾苦。他为国之大计考虑，他还考虑错了。没说他错啊。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质疑他的决策吗？温离跑上前，又想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嚷嚷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怕别人听不到吗？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。萧心言侧身一躲，这次没让他扑上来得逞。别又想用这招。不要命了！我哪敢质疑摄政王的决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好吧？还不是这个意思？大庭广众之下随口妄言国策，质疑摄政王，你真是活腻了。还有，谁告诉你他不能生的？哪里听来的谗言？整个陈国都传遍了，没人不知道这件事，好吧？只是大家都不敢拿到明面上来说而已。听说太皇太后为此都愁白了头发，整个文武百官都在帮他找神医治病。哼，他不是不能生，只是什么？温离疑惑，你怎么好像挺了解摄政王的？你见过他？我刚从边境抗敌回来，有幸在摄政王麾下做过事。哦，也对哦。不想死，就别再议论这种话题，收敛着点。温离左右看了一下，发现薛大人和顺风他们不知何时离他们这边远远的，缩在角落里。他缩了下脑袋，听话的连连点头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？因为我长得太丑。说着还低头打量起自己来，这副身体他可是用心养了3年，该有的都有，小的地方也还会再长。还是说你不喜欢我这种类型？我真不能娶你。为什么呀？你看我们也不算素不相识，好歹见了3次。啊，对，算上这次已经见过3面，而且我们还有了肌肤之亲。难怪我说主上怎么对这姑娘如此特别，原来已经发生过不可描述的事情。可是主上不是不行吗？怎么与这姑娘这个那个的，难道又行了？顺风侧着头憋笑憋得辛苦，也是第一次见到主子拿一个女人这么无可奈何又舍不得下手的模样。不是，你等等，什么叫有了肌肤之亲？你别信口胡诌。怎么，你这人还是不是男人？我都这样，你那样了，你还不娶我？你要我以后还能嫁给谁啊？我这为了等你整整3年，马上就要到官府限定的年岁，你有没有喜欢之人？也没有其他理由，为什么不肯娶我？这是什么原因？我替你给黄婆婆送粥，替你守孝，替你上坟，替你守着小院儿，替你伺候田地庄稼，苦等你3年，没想到你一回来竟是这样忘恩负义。罢了，不娶便不娶吧，我认了。大不了下1个月生辰一过，被强行官配就强了吧，这辈子也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去了。要是真忍受不了，我就拿根麻绳刮树枝磨了脖子就行。
出一堆，我再重新投胎来过。文离捏着衣角抽抽噎噎凄凄惨惨的模样，弄得萧星年直接成了负心汉。别哭了，又没说不管你，在这里等着。薛灵善，给本，给我进来。你说现在要怎么处理？要不下官再给您换一个身份。换？你觉得现在还能换吗？他是虚神医身边的人，我用新身份就是方便在虚神医这里治病。你让我再换一个身份，然后再碰到他时假装失忆，说我不认识他。他现在已经看到我的真面目，你让我还怎么换？主上，是下官办事不力，求主上责罚。求您念在下官没有大错，饶了下官的家属吧。下官来世做牛做马。给本王闭嘴！赶紧想办法，现在就想。想不出来，别说你家眷，你九族，本王都要掘出来。薛县令泪水冷汗并流，就差屁滚尿流。顺风叹口气，思考片刻，拱手提议道：主子，想来温姑娘也不是一定非要嫁您不可，她也是被您颁布的诏令给套住了，担心自己过了18生辰会被强行婚配。她虽口口声声说是皇孝的未婚妻，但却没能拿出任何的信物或者定亲文书之类的。有可能只是那位黄婆婆口头提了一嘴，她为了解决这个困境，这才纠缠不放。若是给她一个特例，准她不用遵照此令嫁人，事情应该就能迎刃而解了。到时候您还是继续用这个身份，两者也不冲突了。对，下官也觉得应是如此，这样确实是最好的解决法子。这诏令是您下达的，只有您能免赦，所以下官方才也不敢随口应下。少拍马屁，单独给他下特令，绝无可能。萧金言干净利落拒绝。若是给他开了特令，以后人人都来效仿，那颁布这项国策还有何意义？不能给他开特例。那怎么办呢？不给特例，但是可以给他宽限2年。乔记的长指一停，深邃的眸色深不见底。薛灵善，待会儿你出去就跟他说，皇孝因为在战场上立了战功，他特意用战功给他换了2年的宽限时日。2年内，他可以慢慢的物色一个如意郎君，到20成亲生子即可。若是到了20，他还是没能嫁出去，那就依然按照诏令来执行。顺风，你去查一下皇孝在军中的功绩，若是真有过人之处，我给他拟一个战功。主子英明。薛灵善终于大喘了一口气，吓死他了。果然还是主上厉害，您这一出手就把难题给破了，下属愚钝就没有您这么……闭嘴，办正事去。是，下官立刻去办。去看看顺遂好了没有，从后门离开。啊？您不去见温姑娘了？我怕没到水光村先被她给气死，她就是个另类。难得竟然还有主子扛不住的人，还是一个娇滴滴的小美女。看来水光村的日子不会太无聊了。大人，您说的是真的？真的给我宽限2年？千真万确。那好，这个若有官差上门查询，你出示这个即可。等过几日黄公子的封赏下来，我就立刻上奏折。不过温姑娘，虽然给你宽限2年，但是这是黄公子自己军功替你换来的。还有，切不可外传，以免以后人人效仿。等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明你谢过大人。谢就不必了，
姑奶奶，您别再整什么幺蛾子就行。你要好好照顾黄公子，可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啊。这是自然，我把他当祖宗供起来都成。2年后，你要是还寻不到郎君出嫁，那到时候县衙也只能继续按照诏令来行事。所以这2年内，你要赶紧找到一户好人家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解决一下。民女记住了，多谢大人教诲。您真是我们西头县的好父母官，简直是活菩萨。得，别恭维了，回去吧。我在这里等徐爷爷出来，您去忙您的，民女不打扰您。这边温离刚开心完，徐老就出来了。爷爷！徐老笑眯眯走出来。爷爷已经听赵林说了，缓2年也是好事儿，总比1、2个月强。黄孝呢？不是说他平安归来了吗？不知道，跟县令大人进去后就没再出来过。爷爷，咱们先回去吧，天色不早了。也不知道他今日会不会回去。如果他还有事情要办，我们也等不到他。您稍等，我去给差爷带句话，让他给黄大哥留个口信。等温离找到赵林，让他替自己带了话，就出来跟着徐老去药铺取了背篓，准备回家。刚到城门外，等着徐老去牵驴车出来，一个不留神就被人给撞倒了。姑娘对不住，把你东西绊倒。温姑娘，怎么是你？干什么呢？跑这么快？我去城外东面那家铸剑坊给主子取剑呢。温姑娘，您怎么也在这里？哥！正说着，顺遂抬眼就看到自己主子的马车驶出城门，急忙招手。蹲在这里做什么呢？温姑娘，这么巧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是挺巧的，你们也出来了。丫头，怎么了？见过徐老。看巧了，怎么是你们？主子，是徐老和温姑娘。温离的声音他隔老远就听见了，只是不想理会。徐老，哟，黄公子这是也要出城去？爷爷，他就是黄相。黄大哥，你这是要回水光村的家里去，还是去别处办事情？要是回家，刚好我们也要回去了，正好顺路。他是黄孝。李丫头，你没搞错吧？你不是说你叫黄叔吗？怎么又成了黄孝了？黄叔？温离奇怪，他是黄孝啊。爷爷，你年纪大耳背了吧？县令大人亲自核实的，他还有黄孝的录影、身份文牒这些证物呢。不该呀，一来名字不对，二来这黄孝再如何能耐，到底是出自乡野，不可能有这份雍容华贵的气度。爷爷慧眼识珠，黄孝的确有点能耐。您不知道，听说他在战场上立了大功，还是在摄政王麾下做事。仅凭这一点，不能小看了人家，5年也足够脱胎换骨了。在此向徐老致歉，晚辈不是有意隐瞒，可以叫我黄孝，也可以称呼我黄叔。我表字韩叔，在外用的也是黄叔这个化名。原来如此，倒是老夫多虑了。不怪徐老，5年瞬息万变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天色不早了，先赶路吧。对呀，爷爷，有事情回去再说。天黑了，咱们先回家吧，不然回晚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好走。行，那就先回吧。哎，岁岁，你把我的背篓抬上车做什么？嘿嘿嘿，温姑娘，我打的绳结可牢固了，不会掉的，放心吧。谁叫你抬上去的？我是要上我爷爷的车，不是坐你们的车，快给我解开！驴车哪有我们2匹马的马车快？我们主子这可是战马。您不也要回家吗？我们就去您家中，都是同一路，肯定坐马车快。既然是一路，您坐马车也是一样的。是回家没错，我跟我爷爷出来，自然是要跟他一同回去，比谁的马车快做什么？把我的背篓解开。坐我们的车回去吧，这小子的打劫手法连主子都解不开的。
驴车走得慢，我们的马车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到家。如果我们早到的话，你肯定锁着门，那我们岂不要在外面等你半天？对啊，温姑娘快上车吧，天色都暗了。再耽搁下去，那村道的马路可不好走，万一又陷进泥坑，我们就要在路边过夜了。啊，那我给你们做钥匙不就好了？你把我弄上车来做什么？徐爷爷！徐老也被这快如闪电的动作弄得愣住。无碍事，你先同黄公子回去也行，爷爷这就来。夕阳西下，余晖将山川、田野、村庄都镀上了一层金边，沿路的村子升起炊烟袅袅。男人深邃的目光透过车窗欣赏着沿路的风景，难得的静谧祥和，也不枉费他们这些男儿拼死护住自己的家园。温离局促不安地坐在对面，时不时瞄他两眼。马车都走出不少路，他还是没开口说一句话。实在憋不住，温离刚要开口，你这张嘴还是别开口说话的好，让我安静一会儿吧。温离兴致冲冲，结果被人泼了冷水，又相对无言地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实在忍无可忍，温离直接转移目标。他打算拉开车门去找驾车的两兄弟唠嗑两句，可拉开一点门缝，一只修长的手臂就从他身后撑了出来。温离转过身，一张俊美孤傲、白皙清冷的俊脸差点与他相贴。你做什么呀？四目相对，一股清幽淡雅的香气将他全身包围，胸口突然扑通一跳，心跳漏了半拍，两人微红了脸，纷纷别开目光。温姑娘没事吧？坐稳了，开始上小道了，坑洼特别多啊。静谧的空间内，只有彼此轻微的呼吸声和车轮碾过路面发出的咕噜摩擦声。怀中女子柔软的身躯，身上淡淡的皂荚清香，若有似无的飘向鼻尖。萧敬言喉结上下滚动，耳根不自觉又染红。还不放手，你想抱到什么时候？温离迅速退开，面上泛起淡淡绯红。对不住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自己坐稳，别又摔了。说完，挪到软榻上躺下，侧身朝里不再看他。一路相对无言，总算是平安无事的回到家中。哎，温姑娘当心！没事儿，我有分寸，摔不死。我去开门。转身就跑向院子去开锁。果然这女人不是女人，一点女子该有的娇柔跟矜持都没有。主子您慢点儿。顺风伸手扶着萧信言下来，环顾一圈四周，发现是一间普通简陋的泥瓦农家小院。院子左边有一条溪沟从山上延绵而下。温离开了院门，将竹门全部敞开。赶紧进来吧。顺风，车上的东西搬下来，搬完了停在后面的牛棚里去。哦，知道了，温姑娘。萧敬言入了院子，院子虽然简陋，却难得的雅致。这是做什么？接风洗尘，辟邪化灾。你快快呀，快过去就能烧掉身上所有的不顺和晦气，快点儿！萧敬言其实不大信鬼神之说，但对上他亮晶晶又满是希望的大眼，还是依照他的意思跨了过去。长腿一迈，你们愣着做什么？快点儿啊！我们也要跨吗？当然要跨，快点儿，不然我要灭了！看一眼站在一旁的主子，顺风无奈，只得听话照做。接着就是顺随，温离绽放出一抹甜甜笑容。他一边将水往院子里泼，一边说着吉利话：邪气消散福满门，平安喜乐常伴随，欢迎你们平安归家。以前婆婆教我的，不知道做的对不对，总之你们就当对就行了。走路当心点儿，火盆还烫着，等冷了我再挪开。做完这些，温离这才钻进厨房开始做晚饭。我这就开始做晚食了。顺风，你下完车跟我说，我领你去后面停马车。顺遂，你帮我把马车上的背篓卸下来，我要用里面的肉。哦，好嘞。知道了，温姑娘。反观某位公子爷最是清闲惬意，他心安理得地寻了一把竹椅坐到石桌旁，嘴角噙着淡淡笑意，看他在厨房忙碌。顺随给他把背篓抬进来，
温离点了火，翻出肉条，打算做红烧肉，蒸一份粉丝辣白菜，清炒土豆片。今日刚好打了一块豆腐，再做个脆皮豆腐，下碗青菜粉丝汤就好了。他一边备菜，一边大声与顺遂喊道：顺遂，你帮我去药炉看看爷爷回来了没有，如果回来了，你叫他下来吃饭，我今晚就不给他送上去了，就说今晚小聚，有小酒喝。晓得了。萧心言看他将他2个随从使唤得团团转，手里的活儿却一点都不耽搁。厨房里冒着热气，传出嘟嘟嘟的切菜声音。长腿一翘，端起手边顺遂刚刚给他沏好的茶水抿了一口，眼底笑意浮沉，唇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弧度。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吗？似乎不错。爷爷，快来落座，就等你们了。萧心言很自觉地踱步挪进来坐下，顺风和顺遂站在一旁，一人伺候净手，一人斟酒布菜。你们2个干嘛呢？黄大哥没病到连手都动不了的地步吧？你们这会不会太夸张了点？伺候的这般精细，快坐下来吃吧，不饿吗？他要吃什么自己上手夹不就好了，还需要你们这么伺候？伺候主子是我们的本分，岂能与主子同席呢？温姑娘，你们赶紧吃吧，我和顺遂一会儿到厨房随便扒拉一口就行。又不是皇宫，也不是勋贵大家族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农户人家，没有那么多讲究。你们俩以前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吗？我怎么记得黄大哥说你们俩是一起从战场上拼杀回来的下属？坐下来一起吃吧，这么站着怪别扭的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我只能随便做点儿，等明日再给你们做些好吃的。要喝点小酒吗？我自己酿的米酒，尝尝看。哎，这不妥。温姑娘既然让你们同席，便坐下吧。以后在这里就按她的规矩来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2个属下面面相觑，有些惊讶。是，属下遵命，多谢主子恩典。多谢温姑娘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乡野之地，别那么拘谨。坐，给你们满上。哎，温姑娘，我们自己来。来，祝你们击退强敌，大获全胜，荣耀凯旋，平安归家。干了这一杯。萧心言微微诧异，嘴边浮起一抹浅笑。那就借温姑娘美意。随即他执起酒碗，起身离开座位，朝天地高举，激昂道：第1杯敬为国战死的将士，有他们血洒疆场，以命护国，才有如今的安居乐业。以此酒再敬诸将士。说完洒下碗中酒水。温离被声声动容，起身也学着他的样子敬各位将士。大家落座后再次满上碗中酒。温离笑意盈盈举杯，那这一杯就敬3位英雄，有你们在边境奋勇杀敌，我们才能在这里过上安稳日子。现在祝你们凯旋归家，来，干了！众人端起杯中酒，与他一起豪饮。萧心言喝完一口，眸中笑意深沉。好酒，温姑娘这手艺不错。倒是心灵手巧，就是这性子，不像个姑娘家。是吗？随便酿的，喜欢就多喝点儿。米酒还好，不怎么醉人。不醉人也还是少喝点吧。徐老瞧着丫头心眼都偏完了，不满地翘起嘴角。以前都是他的碗里堆成小山，现在他的碗里空荡荡。油滋滋的红烧肉，好吃的豆腐块，脆脆爽口的土豆片，全堆在那小子的碗里。明日要给你取第2针，多饮酒不好，喝2口就得了。没事儿，我酿得多，治好了病再喝也不迟。给你盛饭吧。我挺好奇的，黄大哥，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看着身体不太好，为了治病还要分这么多次，不能一次性治好吗？看着挺复杂。他就是被人……不等徐老说完，萧心言眉头一皱，强行截断他的话。我是在战场上中了毒针。
这种事如何跟他一个女子明说？他也不好意思让他知道。这个是什么？他夹起晶莹剔透的番薯粉，转移话题。这叫红薯粉，那用这个做出来的。说着指指箔筐里的红薯。萧心妍微羞的脸转成惊讶。这番薯产量不高，做这东西要费不少番薯吧？放心，这番薯我改良过了，今年收成翻了3倍，地窖都塞满了。做点番薯粉不算浪费。翻了3倍？萧心妍不可置信地看他。你是怎么种的？产量竟然可以提高这么多？其实不难，土壤不一样，稍作改良就好。你不是回来了吗？明年种的时候，你跟着下地去看。凭空与你讲，估计你也听不太明白。先吃饭吧，明年教你种。你就这样子将种植的法子教人，不怕我学会传出去吗？这有什么好藏私的？又不是什么金银财宝，就是要让大家都学了去才好呢。这东西饱腹易储存，如果大家的产量都能提高，那就不怕饿肚子了呀。我还寻到了另外一种相似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，我管它叫土豆。它与这番薯很像，口感略有不同，但都是饱腹之物，好种又好烹煮。我连着试种了2年，就怕不成功。今年产量比去年提高了3倍，明年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教大家种植的法子啦。村里的叔伯婶婶们都跟我打过招呼，说明年也要跟着一起种呢。你答应了？答应啊，为什么不答应？都是靠种地吃饭的老百姓，能让大家多种出一些庄稼来，日子也能过得滋润些。再说了，除了婆婆，村里的叔叔婶婶都非常照顾我。婆婆留下的这些田地，全是叔叔婶婶们在帮我，不然我一个人哪里种得过来？我也想让他们过得更好。温离见他只顾着说话，饭菜都没动，赶紧催促道：快吃吧，再不吃菜都要冷了。爷爷，您别顾着喝酒呀，您吃点菜。终于想起爷爷来了，还以为你有了英俊郎君就不要爷爷了呢。哎，你别拿走呀！温离不为所动，将酒壶里的酒分完，拿起酒壶就去灶台给他老人家盛饭。您先吃饭，吃完饭我看情况再给您添个小半碗。2碗？免谈。行，半碗就半碗。小管家婆，赶紧来个狼血管管你，连爷爷都敢管，无法无天。徐老哼哼唧唧，不满地瞪他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照做。温离不痛不痒，自动忽略，招呼大家多吃菜。温姑娘的手艺可真厉害，这饭菜虽然看着简单，但是味道极美。喜欢就多吃点儿，要是爱吃，以后我多做几次。温姑娘，我喜欢这个，明日还能做吗？腮帮子鼓鼓的顺遂，指着油光发亮的红烧肉说道：可以，肉还有1刀，明日再给你做啊。多谢温姑娘。说完，3两口干完碗中米饭，立刻又起身去灶台盛第2碗。等他换了一只大海碗，堆了高高1碗米饭出来，温离吓得掉了手边筷子。你这吃得完吗？会不会撑坏肚子啊？不会，我吃得下。温姑娘放心。您做的饭菜太好吃了，那锅里的饭我都能吃得完嘞，不会浪费的。温离一听，吓得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。娘哎，温离今天刻意多煮不少饭，是打算明日一早给大家做蛋炒饭来着。哎呀，这可咋整？养个病弱美公子，温离还能勉强养一养，这回领回一个大胃王，会不会把他给吃垮呀？温姑娘放心，我虽然能吃，但是我能干活，有的是力气。以后有什么活您尽管吩咐，我帮您干。有我在，您以后家里肯定不会倒剩饭，我都能帮您扫光光。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萧心妍抵拳轻笑一声，
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，推到他面前。日后就辛苦温姑娘，这是我们主仆3人1年的饭钱，你看看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给你加。你这是回自己家，还要给我饭钱做什么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回了自己家就别见外了嘛，以后想吃什么跟姐，不对，跟我说，我给你们做，不会做的我学着做。你们吃，我去收拾灶台。水穗啊，你慢慢吃啊，锅里的都留给你了。你不数数有多少吗？怎么好当着你的面数呢？那也忒不客气了点儿。得了吧，别装了，坐下来数吧，少了缺了，我立刻补给你。离开了这张饭桌，概不认账。哎呦，财神爷发话，那不得赶紧数啊！温离就在他那五音不全的小调里数完了一沓银票，50两一张，足足1000两。这么多，真的都给我了，当饭钱，不后悔。够不够？够，绝对够！别说1年，10年的饭钱都够了。当然，你以后要是还愿意施舍，多多益善，我不嫌多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贪财鬼！温离顶着3个包，把厨房收拾干净。他抱来4床新被，给他们主仆3人铺床，加上他们车上放着的2床雪貂被，刚好够铺3张床。温离其实挺好奇的，他从哪里得来这么多银子，还找了顺风顺随这么厉害的随从。主子他救过我们的命，我们就自愿侍奉左右了。原来如此，过命恩情，他了然。我就是好奇，随口一问，希望你们别介意。你若还有其他疑问，但问无妨，除了涉及机密，其他的我必定尽力相告。不用，我就是一时好奇。以前婆婆虽然跟我说过不少你的事情，但那都是陈年旧事了。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你目前的事情。好了，这边铺好了，顺风，帮我抱那2床过来，我去给你们铺床。温姑娘，我们自己铺就好了，不用麻烦你。没事儿，我来吧。就你刚才那个铺法，能睡得舒服才怪呢。小心言看着他絮絮叨叨去了隔壁，心情极为复杂。温离说要了解他，本来还挺高兴的，但听出他要了解的是他名义上的那个人，他心里又挺不是滋味。灶台上有热水，打了温水泡个脚，早点歇息吧。奔波了一日，想必都困乏了。这一堆东西，明日我再来整理。我拿新的脸盆和脚盆给你们，洗澡的地方在这个后面，不过还没有澡盆，过几日再去县城里给你们买。辛苦温姑娘了。顺风送他离开，温离提了油灯，也去灶间打水洗漱睡觉。明日一早你去县城跑一趟，把单子上的东西全部买回来。是，属下知道了。主子，你也歇了吧，明日续老还要给您引针呢。第2日一早，温离早早起床生火炖高汤，取了面粉开始揉面。等他们都出来，温离已经下好面，将面端到桌上，叫大家过来吃早食。爷爷，早食做好了，您下来吃，还是端上去？温姑娘，我端上去好了，我腿脚快。爷爷下来吃，不用上来。知道了。爷爷说下来吃，不用上去了，去坐着吃吧。够不够？不够锅里还有，再去添。谢谢温姑娘。不用谢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看你年岁也不大，你是不是比我还小？几岁了？我14。温姐姐18岁，比你大4岁嘞。快，叫声姐姐来听，以后姐姐疼你。温离拍拍他壮实的手臂，大姐姐一样摸摸他脑袋，爱心泛滥。顺遂，过来坐着吃，走来走去成何体统？某位爷盯着小憨子不太爽，转头又换了温柔语气朝温离说：你也过来吃吧，面坨了就不好吃了。
温离解掉身前细致的围裙，微笑着过去坐下。以后让顺遂帮你去背，他吃得多，要多干点活。顺遂，以后每日晨起，你跟温姑娘一起去。知道了，主子。不用，这种小活我自己能做。不用心疼他，也别看他年纪小，他一个人能撂倒一头牛。温姑娘，我愿意干活的，我可能干了。好，那你多吃点，一会儿跟我去店里掰玉米好不好？好嘞。莫位爷不爽了。顺遂，去给我加汤。这不是有汤吗？温离奇怪地看他。这个冷了，去，要锅里热的。吃完早食，顺风驾着马车去了县城。真不需要顺遂留下来帮忙？不用，留下来也帮不了什么大忙。去吧，一会儿早点回来就行。那行，那我们真走了。去吧。早点走，不然待会儿这位爷会尴尬的无地自容。徐老到药炉将一应药物都准备好，将裤子全除了，躺上去吧。还是来了。萧心言深吸一口气，眉头深深拧紧。躺在床上后，那双凌厉狭长的双目微微颤抖，别过头不敢看人。看样子，摄政王还是童子之身吧。萧心言猛地睁开锋利的剑眸看向他。您是不是想问，老夫是如何得知的？从边境重伤回来，又是中的软寒针，整个陈国只有一人符合，加上您这通神气派，再如何利用他人身份隐瞒，也是瞒不住的。不知小老儿说的对不对？说是不对，摄政王就当听不懂。萧心言与他对视片刻，沉默几许。那1000两，算是您给皇孝的抚恤金吧？他对不住，他已为国捐躯，是陈国英雄，我暂时借用一下他的身份。徐老遗憾点头，没再多言。本王落脚此处，不想惊动太多人，更不想惊扰百姓，还望徐老替我保密。明白。小老头之所以揭穿您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是想求您一件事。宁郎请说。想来您应该知道李丫头和皇家的姻缘，算起来如今皇家却只剩她一个外姓小姑女。因着皇婆生前托付，村长和族里的长老们做主，才让温丫头守着皇家这个小院儿。本意是想让她等皇孝回来，说回不来，有个人替皇家收尸上坟，也不至于清冷的无人惦记。温离又是个正直善良，性子却大大咧咧，心直口快的傻丫头。按照她那马虎劲儿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怀疑您的身份，您稍微忽悠一下都能瞒得过去。不过他说话不过脑子，行事更是鲁莽无礼。若是他哪里冒犯摄政王，还请您饶他一命，别跟他计较。您的身份，小老头也不会透露半句。本王不会跟小女子计较，只要她不气死我就行。宁老放心吧，除非她犯弑君之罪，其他小事情本王都不会怪罪于她。那就多谢摄政王。小老头，这就开始了。不多时，房内传出一声又一声低低压抑的痛苦呻吟声。李丫头，这边。婶，你们这么快啊？快啥呀，都等着你呢，快来。这俊俏的小哥是谁家的？他叫顺遂，是黄大哥从边境带回来的小兄弟，婶子们以后多多关照他。哎呀，小兄弟几岁了？看着虎头虎脑怪俊的，娶亲了没？面对婶子们热络的招呼，顺遂害羞的挠头傻笑。他才14呢，还小点儿。
婶子们别打趣他了。见小虎子和他娘也在，温离笑着朝他招手。虎子，你帮温姐姐照顾这个小哥哥，你教教他，他不会。哎，好嘞，顺随哥，来，我与你一组，我教你。要我说呀，李丫头就是个有福气的，咱们整个水光村只有黄笑活着回来了。这孩子以前就是个顶厉害的，到底是读书识字好，你看在战场上也能保命。李丫头，你们什么时候办喜酒啊？我们可还等着喝喜酒呢。婶婶们别拿我开玩笑了，黄大哥虽然侥幸活着回来，但是受了重伤，徐爷爷还在给他想法子医治呢，身体要紧，7事以后再说。林婶却豪爽笑道：怕什么呀，身体不好让徐老治个10天半个月，保准还你一个身体强壮的夫婿，到时候成亲洞房两不误。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马上18了？温离本想错开话题，不想翠婶也插进来。我那日啊，在路上看到李丫头他们回来的大马车，这5年不见，我都不认识了。这黄大哥和以前有这么大变化吗？是不像了的，现在的黄笑看着太贵气，你要说是哪家的富家公子，我都信。瞧你酸的，黄笑那孩子以前就是一身书卷气，他那一身学识，指不定被什么贵人相助有了机遇呢。5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黄笑如今是不是已经20有1了？蜕变成如此优秀的模样，也无可厚非呀。对呀对呀，都说女大18变，男人也会变的嘛。是呢，这黄笑还变得越发俊朗了呢，保证你们下次见着他定会看呆了。哎呦，瞧他这老不休的，都什么年岁了，还眼馋俊俏小郎君呢。黄大哥的确在战场上得贵人相助，才能侥幸活着回来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这样。对了，婶子们说明年也要种我这种玉米，那掰完了大家自己挑好的带回去，到时候我再告诉大家这个种子的保存方法。等的就是丫头这句话，那我们掰完就自己选了啊。人多力量大，才1个上午的时间，已经收了2块地。男人们已经下工，知道温离开始收玉米，相熟要好的都扛了麻袋、背篓和煎蛋过来帮忙。李丫头心善，愿意给大家提供种子是好事，但是咱们水光村100来户人家，每家每户都给的话，她好不容易种的这一点儿都不够分的。这样丫头愿意给的种子放到宗祠里，由族里来分，帮丫头种地的先给，没空帮忙的看着还有多少再均分，或者等以后拿了其他粮食，各家相互换种，不许私下找他讨要，被我知道，我罚他家守1年的土地庙。都听黄爷爷的安排。明年我们可劲儿干，若能收到这么好的玉米，睡着都能笑醒嘞。李丫头，明年开春先给你犁地，我们都过来，你教教我们怎么才能种出这么胖的玉米呗？跟个胖娃娃似的，看的人都羡慕死了。我们自己种的干瘪的跟吃不饱的小老头一样。说谁小老头呢？都是庄稼，能这么比的？行，没问题，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，明年大家都过来学。叔婶儿，那我先回去做饭了，你们一会儿都过来吃饭啊。行，去吧，剩下的我们帮你掰完。放心去，黄爷爷替你看着他们，保证谁都不敢偷拿1磅。主子，您要不要紧？没事，过来给我倒杯水。顺遂连忙放下东西给他倒水，小心眼看一眼手边的水果。刚摘的。温姐姐说要摘了给您，我就飞上去摘了。下边早被人摘完了，就剩最顶上几个，太高，他们上不去。
温姐姐就让我全摘下来了。嘿嘿嘿，我们还被村里一条大黑狗给追了呢。你们这是偷摘人家梨树？不是，搞之前温姐姐给了那老爷爷铜板的，是买，不是偷。是那条大黑狗不识抬举，虎子跑得慢，差点就被咬到屁股了。看他眼睛里闪烁着金光，眉眼间挂满喜悦，萧心言已经能想到那个画面。这丫头还真是不简单，跟她在一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惊喜，连小憨子都被她带得快活起来，闹腾不失活力，全是一片生机盎然。哎，李丫头，哎，我娘让我拿过来给你添菜。这么大一条，让奶奶留着自己吃好了，拿过来做什么呀？我家俩小子自己网的，说奶奶不会做，还是你做的好吃。嘿，就让你受累，我们大伙儿蹭个鱼吃。受什么累？这么大一条鱼呢，可是便宜了我。一会儿叫狗子他们也过来一起吃吧。哎，行，那叔可就不客气了，再去挑2担啊。哎呀，指不定吃完饭再去几趟，你的玉米就能收完嘞。这么快？哎呀，听说你愿意送种子给大家，明年带大家一起种，都来帮忙了。啊，那现在地里有多少人？我这饭看来不够，得再蒸一锅。哎，饭就不用再蒸了，俺爹已经让俺娘蒸着了，一会儿一起挑过来。你桂花婶子一会儿会再搬一套桌椅过来，你嫂子也马上上来帮你。大概可能有个3桌嘞。温里有些发愁，他这边正要叫虎子去地里再挖点土豆，摘点菜回来。别去挖了，将就着吃点，又不是办喜酒，可不能紧着这么好来做。大家过来帮忙干活，怎么能不吃饱吃好？你这白送大家这么多种子，还要教大家种，这哪里是在帮你干活啊，是在干我们自己的活。行了啊，你省着点，以后等喝你喜酒的时候，我们再可劲儿的吃。就是喜酒大伙儿可等着呢。李丫头，黄孝回来了，啥时候办喜事儿啊？嫂子，阿公，你们就别打趣人了。哎呦，还害羞上了，果然还是个小姑娘。黄孝呢？怎么没见他人？我刚给他治疗完，人现在还昏迷着，起不来身。徐老笑着帮忙打圆场，有了帮手，这饭菜很快就做好上桌。桂花婶也把大鱼给他处理好，温梨片了鱼片，做了3盆酸菜鱼，鱼头分成3份，做成剁椒鱼头，全是下饭的做法。等大家都回来，洗手上桌，温梨这才把鱼端上去，招呼大家吃饭。哇，太好了，又有这个酸酸辣辣的鱼吃了。嘿，可不是，等的就是这一口酸鱼。这叫酸菜鱼，喜欢就多吃点儿，吃的时候小心鱼刺啊。李丫头，快别忙了，你也赶紧来吃吧。哎，马上就过来，你们先吃。将单独给萧心言做的饭菜取出来，温梨端去屋里给他。怎么让你端进来？顺遂呢？我让他坐下来吃饭了。黄大哥，你也来吃一点吧。徐爷爷说你还吃不得腥，我就做的清淡一些，你尝尝看。多谢。不客气。你吃了没有？他关心地问他。温梨摇头。赶紧去吃，一会儿让顺遂进来收就好了。知道了，那你慢慢吃。温梨见他端着盘子准备离开，萧心言叫住他。怎么了？过来。温梨奇怪的又走过去，把头伸过来。看他2眼，温梨睁着大眼扑上2下，疑惑他想做什么。萧心言将他头上沾着的干草取下，满眼温柔的与他说道：种庄稼这么辛苦，给你的银子省着一点花，足够养活你自己，不够我还会再给你。把田地都填出去吧，别这么辛苦。我种庄稼并不全是为了我自己，我现在自己种，大家看到我种的成果，
才会愿意相信我，然后跟着一起种。你这提议极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过几年，我带大家种起来以后，我就不种了，买他个100亩良田，全部垫出去，让他们按照我的法子来种，我就当个土地婆，翘着腿喝茶看夕阳，这日子想想就美得冒泡。倒是我多虑，原来你已经规划好。这冒泡是什么意思啊？表示心情很好的意思，别在意。你放心，以后哪怕你什么活都干不了，我也养得起你。温离拍拍胸脯向他保证。养他？萧敬言怔了好一会儿，看着他离开的倩影，嘴角忽然扬得老高。这是他第2次说要养他了，他可是牢牢记到了心里了的。午时吃完没多久，男人们又上工修路去了。温离叫了村长黄爷爷留下，一起商量给大家留种的事情，顺便教大家选种。按照温离的意思，这挑出来品相饱满的，就让黄爷爷全部带走，给大家留作明年的种子。你真打算都给出来？那这一季你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就这么一茬粮食，种的时候大家帮了不少忙，现在收也是大家再帮着收回来。黄爷爷，我愿意的。这3年来叔叔婶婶们对我关照颇多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来年如果大家也能有这样的收成，我心里也高兴。还有啊，我也是有私心的，我那5亩稻谷不是也可以收割了吗？等这2天大家忙完，我还想请叔叔婶婶们来帮忙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的。这一季的稻谷我一样只留一半，还有一半也给村里。明年大家如果都愿意跟着我一起种，那我从育苗、翻田、抛秧、移栽，再到施肥和管理，一步步细致地教给大家。作为交换，我想让大家帮我收种5年。5年后要是还愿意帮我一把，我感激不尽。不愿意或者自家田地也忙不过来的，我也绝不会有一句怨言。您看成不？黄有宗和黄其三深深地看着这个年岁不大、脑瓜却极其灵光的小姑娘，不仅佩服她的能耐，更是佩服她的远见和胸襟。好好好，黄婆子救了一个福星，福报给我们水光村了。黄孝这小子有福气，好样的！太公代表村里记下你的恩情了。太公做主，帮你种收的年份不是5年，改成20年。这20年期间，村里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个老庄吏来帮你耕地和下种。太公亲自将族里太阿公出来做主，想领种子的每家每户必须签字画押。这要是真解决了咱们的粮食问题，丫头啊，你可真正就是我们水光村的活菩萨了，必须得给你立块碑，才对得起你这样大的功德。太公使不得，立碑什么的就不用了，我这还想多活几年呢，立碑这种听着怪吓人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到时候收的稻谷和玉米，您几位和黄爷爷一起商量，看要怎么去储存和分配。行嘞，这个就交给族里，其他不用你费心，爷爷和太公们会处理好。有松啊，你一会儿去跟大伙说一声，下了工就过来，把这些玉米都挑去祠堂。既然丫头愿意给，我们也就不跟她见外了，给她腾点地方。以后丫头这里有什么事，就是族里的大事，举足护着。哎，一定。那我再去多叫几个人来帮忙剥玉米。门窗虽然紧闭，但是他们收拾玉米的地方刚好在萧心言的门口廊下。这些对话一句不落，全传进了他耳中。很好，他刚好要在这里住上1年。他倒是要亲眼验证一下，他是如何改变这个村子百姓的粮食增产问题。温姑娘，我回来了。顺风，你这是干嘛？
搬家吗？这一车车的东西，怎么回事啊？温姑娘，把院门都打开，开最大那种，我让他们卸车抬进来。您看看这些该摆在哪个屋子，您只要指一下地方，他们会抬进去放好的。说着，招呼马夫和伙计开始干活。一件件檀木家具被搬进小院，将院子里那一批破旧的小桌、椅凳、柜子、架子挨个换了个遍，还有2张新床、书架、屏风、衣柜、绫罗绸缎、床帐、围纱等。温姑娘，这些换下来的旧物，有一些徐老让搬去药炉给他放东西，那些实在是没法再用的，等过几日，我和顺随将它们全劈了，给您拿来当柴火烧。明日还有2车过来，都是一些生活用品。还有1车是给温离的绫罗绸缎、胭脂水粉和首饰。温离张嘴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这要花不少银子吧？您别心疼，花的都是主子的钱。主子身量高，家里的床太小，夜里总是睡不安稳，换新的住着也舒服些。等过段时间，属下再找人来将院子地面铺下石砖，这样哪怕是下雨天也不怕脏脚。啊，那你还不如全部推翻了重建呢。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重建的时候我们暂时就没地方可住了。要不在旁边再起个新院子吧，我去找主子。不是顺风，你回来，怎么还真去啊？温离傻眼，他只是吐槽一句，怎么当真？当真的顺风已经兴致冲冲跑到房内，跟萧新年说起另建新院子的事情。可以，你着手去办。可以什么可以？不可以！你们别说风就是雨啊！建什么新房？小院这不是够住吗？还有好几间空房呢。我开春刚让叔叔伯伯们帮忙翻新的屋顶，也不漏雨，只是看着简陋了一点而已。你这刚置换了所有家具，回来也没几天，消停点吧，省着点花。将来你们3人还要成家娶媳妇儿，结婚生子，哪都是要花钱的地方。要盖房子，等你病治好了，身体痊愈，腹有余力了再慢慢商量，不许乱来啊！安安分分先过好当下的日子，敢胡闹，看我不把你们扫地出门！主子，那还见吗？算了，明年再说吧。等我身体好一点，我亲自画图。日头渐渐隐去，白天小院人来人往不方便，下午他去药炉配好所有药材，现在忙完刚好可以煮。好半个时辰，每隔1炷香喝1碗炉子上的药。半个时辰后我再下针，明日你就可以下床了。连着20日都要这样给你药浴施针，以后每隔7日1次，半年后就能恢复。这过程如果有什么反应或不妥，你都要及时告知我。好着吧，我去煮第2道药。徐爷爷，你们这弄好估计要到后半夜，您要不就歇在小院里吧。上去的路虽然没有多远，到底天黑路陡不好走。行，那就给爷爷随便弄张床，我凑合睡1晚上。也别凑合，我看你以后就住在小院里得了。您之后每隔几日可就要给黄大哥诊治，总归还是下来方便，需要用药材再上去拿，不然我每次都要给您单独盛一份饭菜提上去，以后天冷拿到饭菜全冷了。那也成，下雪那天崖底的确冷得要死，那就麻烦李儿。爷爷不用客气，那我去给您铺床。徐爷爷，黄大哥到底被伤到哪里？怎么治起来这么复杂？他这情况有点复杂，如今这嫁人之事也没那么急了。爷爷觉得你可以慢慢另寻家婿，至于这黄公子，还是算了吧，他不太适合你。为什么？爷爷，
黄大哥是治不好了吗？他到底中了什么毒？这么严重？可您不是说1年半载就能将他治好的吗？现在他活着回来了，还用军功替我换了2年的时间，这品行绝对是没问题的。这样貌嘛，也很合我心意。除去第一次见面有些误会外，我觉得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选。现在寻一个合适的男子挺难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拖到现在。再说了，婆婆与我有恩，我也是挺愿意与她喜结连理的。你这是看上他了？对啊，看人品样貌都不错，看上他很正常啊。我想把他拿下。爷爷，您看怎么样？我问过他了，他在战场上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子，也没有与哪个女子两情相悦，更没有心上人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2年后我还是得嫁人，那我索性就利用这2年的时间，好好与他培养一下感情，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日久自然容易生情，到时候互生好感，顺其自然，不就能成亲生娃娃，完成人生大事了，一举3得。这个主意是不是很不错？不是爷爷泼你冷水，他在战场上受了伤，伤到的还是重要的地方，那个以后生养子嗣恐怕艰难。为了劝退这小丫头，不让她痴心妄想，小老头耍起花花肠子。爷爷现在就是在给他治疗这方面的隐疾，他身上的余毒好解，1年半载爷爷有把握解掉，可是这子嗣方面难呀，所以那他现在是不男不女了？什么叫不男不女？你个傻丫头，什么话都敢乱说。那不是您说的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他将来子嗣艰难，没说他不是男人。再说了，这么久都没个让他心仪的女子，保不齐他要是不喜欢女人呢？这样的你也敢嫁？这不喜欢女人，难不成喜欢的是男人？温离犯难了，他还真没想过这一层。那我岂不是又要回到起点了？找个好男人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你降低一下条件不就得了？别照着他那个样子找，找个品性纯良、样貌一般的，肯定能找得到的。那估计更难了。看过好的，一般的就很难看得上眼。灵光一闪，爷爷，您帮忙看看能不能这样？我还是去尝试着去探探他的意思。若他真的只是因为受伤而迟迟未寻到心爱之人，我或许还有机会也说不定。实在不行，干脆我跟他谈个条件，请他帮个忙，我们假装拜堂，做对假夫妻。等到2年后官差上门查问，您就说是我身体有病，生不了孩子，这样我们再和离。你当衙门差爷都是吃素的？若是人家坚持再找来其他大夫给你诊治，你又该如何？这样的事，县衙肯定会上报到府衙，甚至雍城宫里。事情闹大了怎么办呀？撒一个谎就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填补。别走这种邪门歪道，好好另寻一个夫婿成家，和和美美过日子才是正道。我都找了快3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若是没见过黄大哥这样的，我兴许还能凑合一下，可他这样的不仅见了，还上手摸了。除非再找一个跟黄大哥差不多的，不然估计5年都够呛。按照这个时代人的想法，他掏过人家大鸟就是以示清白，
不嫁他也没人敢再要。丫头，其实……徐老，我家主子有情况，麻烦您过来看一下。徐老最后还是没能将真相告诉他。药浴治疗中突发情况，温离也不好拦下他问东问西，焦急地站在廊下等了许久。这病尴尬，她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也不好进去观诊。温姑娘先回去休息吧，主子的病情暂时稳住了，是体内隐含的余毒发作，薛老太已经将其给压制下去了，就是需要再熬煮新的药水，再下一次药，结束的话可能会很晚，您不用担心，回去歇着吧。我要上去取一下药。好，你快去，我帮你添了柴火再回房。第二日一早，温离早早起床，正要探野西屋的情况，顺风和顺随刚好拉开房门走出来。今日你们怎么起得这么早？黄大哥怎么样了？主子没事，温姑娘放心，今日我们要和薛老进深山一趟，起得早一些。要进山？今日就要去吗？一会儿就出发。李丫头，一会儿你帮着烫几张烙饼，我们要带点口粮进山里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做。对了，爷爷，你们要去几日？我要不再给你们做点其他的一起带上吧？不用，随便做点就行。要入山的最里头，必须轻装简行，大概去个5、6天吧，带太多也不方便。这是药方，我们离开的这几日，辛苦丽儿给他煎药，每日2次，早晚各服1碗。3日后给他煮1次汤药，泡1次浴，不用失针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您要进深山采药吗？对，需要进山里寻一味稀有药材，顺便取一副新鲜虎胆。大老虎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您这身子骨，进深山吃得消吗？不能去药铺买，为何非得进山里去打？只能进山里去找。我上次去药铺问过冯先生，他那儿没有新鲜虎胆，而且我要的那味药材，整个林州都不一定能买得到。10多年前，我在半阳山见过一株，也不知道还在不在。那早时做个腊肉炒饭吧，你们吃饱点出发。昨日吃的包子还剩几个，也给你们蒸着带上。温离用最快的速度给他们做了早食。出发时，小心言难得下床出来送他们，护薛老安全，早去早回。主子放心，我和顺遂定不辱使命。3人翻身上马，扬长而去。奇怪了，家里不是只有你们带回来拉大马车的2匹黑马吗？应该是昨日顺丰一起带回来的吧？是吗？可是咱们这个小县城也能买得到战马吗？我看徐爷爷骑的那匹枣红色的马，可比顺丰顺遂骑的还要高大健硕，而且这马似乎很听你的话呢。刚刚他还不肯让徐爷爷骑上去，你抚摸他2下，说了2句好话，他就乖乖低下头，让徐爷爷骑上去了。这匹马是你的吧？看似大大咧咧，没想到是个心思细腻、观察如此细微之人。哦，记起来了，好像是我在战场上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战马。顺丰昨日应该顺便给带过来了。官府连战马也发放给你们，有这样的好事？一般情况是不给的。我曾经与秦将军提过一嘴，没想到他真将马送过来给我了。他就说嘛，一般的壮丁放归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。给。这是什么？给我的？金玉露，比徐老想给你配的玉凝膏还要好用。除了能去疤，这东西滋润光滑，能让肌肤白皙细腻，再生能力很强。每日涂抹3次，1个月就能完全去掉你手臂上的疤痕。这么神奇？温离接过，用手一蘸，冰冰凉凉的，水润光滑，灵光突现。徐爷爷的话又在耳边回荡：万一他不喜欢女子呢？
随身携带这种东西，还不喜欢女人，看来他真是断袖无疑。这是药油。温离谈谈指尖那冰凉的滑腻之物，脸色略带尴尬。哇，这黄金一样的药水，价格不菲吧？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。拿着吧，我这里还有好几瓶。你的伤疤有点深，用这个见效快。我真不用，这东西如此贵重，你还是留着自己用比较好。万一以后不够用了怎么办？这药看着就不简单，配起来肯定很贵很复杂吧？你只管放心用就是了，没了我会想办法再弄来。我的意思是怕你不够用，我用虚爷爷配的药膏就好了。好的慢点没事儿，慢慢来。什么叫怕他不够用？他用这么多干什么？他又不是小姑娘。之所以会带着这几瓶，是母后强塞给他，让他涂抹后背和胸前的刀剑伤疤所用。我用那么多干什么？给你就拿着，拿钱的时候可不见你这般客气过。我就是看这个药挺珍贵的，你这身体，这不是怕你不够用吗？我身体是中毒，不是有病。送出去的东西我不喜欢再拿回来，你若是不喜欢，扔了便是。一阵清风拂过，墨色的发丝微微飘动，几缕不听话的发丝落在他精致的面颊上。温离被这张俊美的帅脸迷得忘了眨眼。我皮糙肉厚的，用点普通的也是。啰嗦，拿着。不要。那我扔了。别扔啊！我要，扔了多可惜。早拿着不就好了？婆婆妈妈，这可不像你。哼，谁婆妈了？那个，我问你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呗。问。你这身体情况，你们在房里睡觉的时候是躺着还是站着？萧青年一脸莫名其妙。我自然是躺着，难不成睡觉还站着？确实。确认过眼神，是下面那个。温离转过身，捂着嘴贼笑，兴奋地在原地暗跺两脚，新素材有了。你这笑怎么这么不怀好意啊？又在憋什么坏主意？没笑什么呀，现在家中只剩我们两个了，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。随便。哦，那就给你烙鸡蛋饼吃吧，刚才揉的面还有一些。你看着办。等烙好鸡蛋饼，煮的米粥也好了，温离端到桌上放好，招呼某位公子爷自己过来吃。不用等我，你自己先吃，我去后院喂猪。吃完再去也不晚。今日事多，随便对付两口，一会儿要去田里，还要挖土豆，好多事儿呢。你也快些去吃。小炉子里的药煎好了，吃完自己去倒出来喝。萧杏言无奈摇头，叹息一声：唉，看来得赶紧想办法添几个伺候的下人，他一个人实在是太辛苦。请问这是黄公子的住所吗？哪位？您是黄公子？是。啊，我是云山阁的东家，鄙人姓李。看到开门之人，被他强大的上位者气质震慑瞬息。这是昨日公子派属下来店里订购的成衣，我们昨日连夜赶满10套秋衣和20套冬衣送来，还有各色10星胭脂水粉和首饰，请公子接收。搬进来，送到那间屋子去。是。温离伺候完牲口，看到院门大开。院门怎么开了？谁来过了？县城的陈掌柜来送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昨日让顺丰买的一些衣服首饰，刚送来。衣服首饰？还有不少胭脂水粉，你忙完自己去归整一下。啥？给我买的？萧敬言轻轻点头。为什么要给我买衣服？我有衣服的，你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？这叫衣服？这怎么就不叫衣服？麻布衣也是衣服啊。这些衣服衬得你老气横秋，不合适。好好的一个美人，穿点好衣服打扮一下。我这是干活穿的。
耕地种田干农活，穿什么好衣服？那不是浪费吗？再说了，我出门也有好衣服穿的。难看？什么叫难看？那可是我花了半吊钱买的。长得不难看，好好拾掇一下仪容，不然你要何时才能找到如意郎君？温姑娘，别忘了你的2年之期。哼，想不到你是这样以貌取人的人，耽于美色，迂腐。我怎么就以貌取人了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你长得好看，才想让你穿得更好一些。我这是怜惜你才给你买的，小没良心的。竟然还倒打一耙，温离气得郁结。是我花钱，又不用你费银子，拿出你女土匪的气势来，照单全收啊！磨磨唧唧，一点都不爽快，这样可就不那么惹人喜欢了。大哥，你的钱和我的钱有什么区别？不都是钱吗？我们现在也算一家人了，你吃穿用度治病哪一样不要银子？你都不为将来想想吗？不能有多少就花多少吧？就算你有金山银山，也有花完的时候，万一哪天用完了呢？不过日子啦。总不能将来让顺丰去街头表演胸口碎大石，赚钱养你吧？你舍得？还有顺遂小弟，大胃口长身体的时候，你拿什么养？还真是个管家婆子，又操心又啰嗦。放心，我带了10万两，还有30万存在钱庄里，养你绰绰有余，别担心。话到一半的温姑娘闭了嘴，原来小丑竟是自己，他奶奶的！啊，不对，你哪来那么多银子？你犒赏的银子，我记得只有30两来着。30万两，不是30两，你该不会是……大家结社就乱想。我当时以身犯险，入敌国边境，意外发现了他们的金矿。摄政王获胜之后，按照我提供的图纸缴了那座金矿，这是不能为人所道明的，所以……意思你要帮我保密？知道了，上面赏你的额外奖励独你一份，别人都没有，所以不可张扬。聪明。那我以后就抱你大腿了。大哥，以后多多关照。你这么有钱，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别忘了妹妹我。本来挺好的气氛，一瓢冷水从头灌到脚，淋了个彻底。摄政王直接实话当场，他还以为他会感动得满脸娇羞，道一声多谢，亦或者深情多看他2眼。温离被强制推进房间，试穿那一屋子绫罗绸缎。摄政王一边喝茶一边欣赏，都挺好看，那些旧衣服都扔了吧，新年再给你置办几身，别换掉，直接穿着吧。干活哪能这样穿？出去做客再穿吧，马上下地干活了，我可舍不得弄脏。最后还是进屋将身上华贵的衣裳换下来。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，背了背篓，扛起锄头，他开了院门准备下地。你跟出来做什么？我同你一道去。你昨晚刚失过针，还是别去了，在家中好好休息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小心言没听他的话，径直朝前走。记得锁门。去。没事的，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我想出去走走，整天待在院子里无所事事，闷得慌。别逞能。走吧，再不走，你竟是什么都做不成。行吧，既然他这么坚持，温离也不再阻拦。这个小村落虽然偏僻，但是有一点很好，群山环绕，溪流蜿蜒，青山绿水间犹如一幅幅画卷徐徐展开。李丫头，这是下地去做什么呀？去挖点番薯和土豆。婶儿，你们家也开始收玉米了吗？是啊，早点收，早点下种。你身后的是黄婆家的黄孝吧？是呢。哎呦，这5年不见，黄孝出落得越发俊朗了，简直像个富人家的贵公子，我都认不出来了呢，变化太大了。呵呵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冒充了哪家的贵公子呢。
这眉眼看着熟悉，但是人感觉这特别不一样了。是吗？他从战场上九死一生回来，在边境拼死守卫我们大陈的疆土整整5年，肯定变得越来越厉害。如今他可是顶顶厉害的大英雄了，婶妹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听说黄孝受伤不轻啊，现在能跟你一起出门下地，是不是虚老将他治好了呀？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喝上你们俩的喜酒了？这越说越离谱。伤筋动骨还100天呢，只是暂时能下地走动，没那么快的。对了，婶儿，劳您跟黄爷爷知会一声，我那田里的稻谷可以收割了，后天劳烦大家一起过来帮个忙。可以收了吗？那行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转告他的。那婶儿你们忙，我们先过去了。真是好福气，瞧他们2个，郎才女貌，多般配的一对儿。哼，可惜啊，他走得早，没亲眼看见孙子平安归来娶妻生子，这福气啊少了。可惜什么？至少人家保佑黄孝活着回来了，有命回才是福气。黄婆子将家产全留给温离，就是想留住他，让他等黄孝回来。这是看出李丫头是个知恩图报的。她虽然只是一介孤女，但是聪明伶俐，踏实肯干，脑瓜子还灵活。这要是谁家能得了她这样的媳妇儿，定能旺3代。呵，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惦记温离。要不是黄婆先下手为强，你早就请人上门说媒去了吧？别可惜了，你家没这个机会喽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家大林都定亲1年多了，怎么还一直在城里拖着不肯回来成亲呢？你娘家嫂子的女儿也马上要满18了吧？难不成还惦记着黎丫头？哎呦呦，可别乱说，仔细让黄孝听到误会了。婶子们就是爱说些闲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没有恶意的。你说你与我定下亲事，可有下过庚帖？是否有信物？实不相瞒，黄大哥，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？婆婆过世时是有意让我做她孙媳没错，但是没下过庚帖，也没交换什么信物。婆婆心善，害怕你回不来，要是下了定帖，你万一回不来，她不想让我守活寡，所以没给什么信物，只嘱托我替她守着院子和田产，等你归家。若是你回不来，有个人能替她将你带回来葬在一起，她也算了无遗憾。说是你有幸能回来，你也乐意的话，我们俩就可以一起守着这个小家过日子。所以婆婆只是口头问过我的意思。徐爷爷和村长黄爷爷以及太阿公他们都在场，这事儿就这么传开了。你答应了？应下了，不然我也不会说愿意和你成亲过日子这样的话。不过婆婆都为我们留了余地，没有将这亲事彻底定死，所以什么信物都没留，只是口头说下，最后也要看我们2个人的意愿。你别有压力，你不愿意我是能理解的，成亲过日子这种事肯定是要两情相悦才能和美。你先把身体治好，至于将来你想寻个什么样的人过日子，我都支持你。你只管把我当妹妹看待，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。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出去再另起一间院子，将这个房子和田地都交还给你。你现在身体还没好全，就让我先赖上一段时日缓一缓。那些房契和田契我都锁在了阁楼里，看你忙着治疗身体，所以才没急着去拿下来。等过2天我去拿下来交还给你。萧信言疑惑，我的心意？我有什么心意？他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就是你说不可能娶我呀，我知道你的心意了。放心，我不强迫你，以后我就把你当兄长来相待。眸色一沉，萧信言欲言又止，有口难言。他想告诉他，其实他也不是不愿意。不用给我，你拿着吧。这不妥，婆婆留给你的家产
我不能私吞的。我有钱了，还在乎你那点家产？傻瓜一个！将来再建一个比这个还大的新院子，买几百亩良田，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行吧，那我就先让它放着，你需要了跟我说一声。现在先治病要紧。能否替我准备一些祭拜之物？得空带我去坟头看一看。可以，东西家里都有，回去备一下就行。玉米丰收，今年的土豆品相也相当不错，比去年的好上不少。黄大哥，你能帮我把挖出来的土豆捡起来扔筐里吗？我负责挖，你帮我捡。焦心妍原本是想帮他挖来着，但温里死活不让。挖土豆也是讲究技巧的，下锄的位置不对，容易将土豆锄破了。而且你身子不好，还是别动手了。你帮我捡吧，这个不累人。看他挖出的土豆个个完好无损，挖过番薯的萧心妍知道他所言不假，也没有硬着要上手。温离，以后你还是别叫我黄大哥了。为什么？叫黄大哥不好吗？没有不好，就是不太喜欢。那你喜欢我叫你什么？可以叫我韩叔，或者行言，也可以唤我九郎。行言？你不是叫黄孝字韩叔吗？怎么又多了个九郎的名字？因为黄孝的孝字冲着秦将军的名讳，所以改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韩叔，行言，九郎就算了，感觉像夫妻间亲昵的称呼。行，那我以后就叫你韩叔吧。你用这么多名字，在边境时，你那些同僚们是怎么称呼你的？也是叫你韩叔吗？还是叫你黄行言？叫我韩叔或者九郎比较多，偶尔叫黄叔。是哦，你一开始用的就是黄叔的名字，要不我也叫你黄叔得了。你还是叫我韩叔或者九郎吧，我希望你叫这两个其中的一个。行，知道了，就叫你韩叔。郑明媚一笑，耀眼的蹲在地上的人一时慌了神，连咳嗽都忘了。黄孝已不在，他们也并未真的定亲，他这并不算夺人所爱吧。一会儿挖完土豆，我去西沟那边摘些刺梨，用来泡酒、做果干、制蜜饯都很好吃。徐爷爷说你的药方里也需要少量这个果子，等你身体痊愈，来年你也可以尝尝这刺梨酒。温丽麻利地将远处的土豆捡完，嘴里不停地与他说话，眼睛飘到右侧脚边不远处遗留的一颗，抓住的不是土豆，却是一只略带硬茧的手，冰凉又紧实的触感，手指关节细长，充满了力量。那个我没看清楚，抱歉。没事。见他快速撒手，剑眉微微一抖，萧心妍有些遗憾地将手收回去。这就是他的手，挺小。气氛略显微妙。我去西沟那边，你要不在这里等我？一起吧。萧心妍摩挲完袖下的手指，起身也要跟着去，结果蹲得太久，动作太急，突然一阵摇晃，他趔趄2步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起太急了。萧心妍站定，皱着俊眉拍掉自己袍子上的泥巴，顺手将那半筐背篓拎起来。你快放下，我会背的，你身体不堪重物。我没事的，刚才起得太急了而已，我身体很好，莫担心。行吧，你要是真吃不消，可别勉强，这点东西我背得动的。以前你们没回家，我一个人背的比这还要重，一天背好几趟，没那么娇气。那是以前，现在有男人在家，无需你这么拼命。还是要当心点，毕竟你刚压下余毒，昨晚又下过针，本来今日最好是卧床休息的。别仗着自己年轻就逞能，以后老了有你受的。我身体真没有大碍，你别那么小心翼翼的。又不是刀伤，只是软寒针和针上的余毒遗留在体内，所以才一直无法彻底痊愈。两人一前一后下了溪沟。这东西扎手，摘的时候要捏住果顶和果柄部位，轻轻一弯，就摘下来了。
别这样捏着果身，果子身上的刺也扎手的。温离微笑着摘下一颗圆滚金黄的刺梨果，熟透了，还不错，尝尝。你自己吃吧，我不喜食酸。温离看他有些抗拒，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金灿灿的刺梨果，收回手。赶紧摘吧，你不是还要去田里查看吗？日头升到正当空，气温也渐渐温和起来。摘了谷一大袋，见摘得差不多了，他背起果子，带着萧心言下了溪边，朝东边的稻田走去。这就是你与村长说的，明年要带他们一起种的稻谷。对，你这稻子似乎与其他村民的略有不同，植株都比他们的粗大坚韧，这品种不像我们陈国自有的。你从哪里得来的这样的种子？我来这里的时候，包袱里带了一些种子，不过我不记得是怎么来的了。逃荒的时候晕倒，不小心伤了头，至今没想起来。说着，小心探眼上方之人的脸色。是种了2年，这一茬最成功，想来是种成了。答应给叔叔婶婶们的种子，到底没让他们失望。你家中只剩你一个人了吗？不知道。温离摇头，我都不记得了。确切地说，他没有原身任何记忆。没事儿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现在这样挺好的，婆婆和村里的叔叔婶婶们都很照顾我，大家淳朴善良，土地肥沃，生活安逸，我很幸运，不是吗？走吧，可以收了。我们绕去村头走一趟，去祠堂与黄四伯知会一声，后日让他帮忙准备一些东西，到时你身体要是真吃得消，也一起下田来看看。你不是想知道我是如何种的吗？收割也是一门学问，趁这个机会先教你如何收稻。我自己也挺期待这一茬稻子能打出多少粮食，要不要一起来见证一下？好，四伯知道了，后天一早就来开门，你不用特意过来了，直接去田里就行，我会让人给你们扛过去。四伯将广场扫干净等你们，打好谷子直接挑过来晾晒就成。等晾干，四伯也会帮你过鼓风机，去掉干瘪的谷壳，让你叔伯们给你挑回家直接入仓，省得你一个小姑娘忙前忙后。那辛苦四伯和叔叔婶婶们啊。谢啥子，都是一村子的，不用客气哈。这是黄孝？是的。嘿，听那些婆娘嚼舌根，我还以为他们开玩笑呢，没想着真变了模样，确实更加俊了。四伯，嘿，能回家就好，你奶奶也能安息了。萧信言轻轻点头，没有过多解释。好好听徐老的话，把身体养好，等农忙结束，你带李丫头来祠堂上炷香吧，告诉列祖列宗们你已经平安归家。记下了。那四伯，我们先归家了，您忙您的。黄老四朝他们挥挥手，有空跟黄孝来家里吃饭。哎，知了，下次有空来。等他们疾步出了村口，正要上西边的小路，一条大黑犬从田沟里奔上来。大黑狗，快跑！别怕，你疯了，快跑，不然被他追上可要不得。黄星爷！萧星年神色冷冽，一只手拉着他将他护在身后，另一只手已经摸上腰间软剑。这畜生若是发疯敢伤他，他直接一剑砍了他。这是一条牧犬，别怕，他不敢再上前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竟然听你的话。在边境时，我驯养过一只，这犬怎么会在这里？视线瞥到拽紧自己衣角的手，嘴角不自觉扬起。这是以前黄痞子带回村里的，他去边境后就没人管，成了野狗。可咬过人？未曾，村里赶了几次，都没能赶走，送远了又自己找回来。看来之前被人驯化过，被遗弃倒是可惜。要是能咬死人，我倒是可以收了它。啊，咬死
死人？我以前养的那只是专门用来杀敌审问犯人的，比这还凶猛，习惯了。啊，这般凶猛，我最怕狗了。走吧，回家。拉过揪住自己衣角的手就往小路走，温离惊呼：他怎么跟过来了？全然忘了自己的手此刻正被人牢牢牵在手中。没事的，他不敢放肆，我不会让他伤到你。暖阳洒在两人身上，照得人心里滚烫，某人嘴角的弧度也跟着翘了一路。那条大黑犬就这么一路跟着他们回到了家中。他这是看上你了？要不让他进来，我帮你驯化他，让他以后认你做主，给你看家护院，如何？不要，我怕狗，要养你自己养吧。我就一个要求，别让他进院子，也别让他到我跟前来转悠。怎么，你以前被狗咬过？小时候被咬过，但不太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。总之，我害怕狗，你能把它打发走吗？萧敬言深深看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别样神色。温离没再管这一人一狗，转身钻进厨房开始做午食。吃饭啦！那狗走了？还在。你真要收养它吗？我会让它去药炉守着，等顺风回来再让它弄走。对啊，让它待在虚爷爷的药炉也可以，只要它不出现在我周围，我就不怕。现在虚爷爷住到小院来，也的确需要有人守着药炉，让他上去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就是能不能给他拴住，这样他就不会到处乱跑，我也不会那么害怕。好，一会儿我将他带上去拴住。吃吧。等忙完家里的活儿，他装了一篮贡品和香烛纸钱，带着萧星言去了后山的墓地。你似乎对这里很陌生，怎么，你不认识自己族里的墓地了吗？这四周的墓地，你不会不知道是哪位长辈的吧？说着，明亮的双眸望向看什么都一脸陌生的男人。我怎么觉得婶婶他们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你似乎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了。你真的是黄孝吗？以后啊，少看那些志怪札记，又开始胡思乱想。说完，恭敬地拜了3拜。借您孙儿之名暂用，还请宽用。本王保证，定会将他的尸首寻回来安葬在您身边。插了香，转头突然异常坚定地对他道：温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黄孝，你莫再用从前的言谈举止来看待现在的我。对不住，我不该说这样的话。我这人吧，就是爱瞎想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以后我不会怀疑你了，能回来就是最大的幸事。今日你来看婆婆，想来婆婆地下有知，一定万分欣慰。等明年开春播了种以后，我就用你给我的银子再起一个小院子。待时机成熟，我就带着屈爷爷搬去新院子，把这个院子留给你们。你们要是愿意，等新院子建好，也一起搬进新院子住，把老院子推了再重建。萧星言根本听不进去几句，神色有些复杂。他其实很想告诉他，他并不是他要等的人，他等的人已经回不来了。从后山下来，寻了块磨刀石，坐到院中石臼旁磨起镰刀来。这3年里，他改造了不少东西。你从小就做这些农活吗？看你喂猪喂鸡养鸭，还会种地，无所不会啊。你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，吓我一大跳。对不住。算了，没事，下次发出点活人声，别这么悄无声息。知道了。看你做这些活很顺手，你是从几岁开始做这些的？7、8岁吧，具体忘了。你是不是没做过农活？很少做，不过我学得很快，你下次可以教我。等以后有机会教你吧。你现在要紧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。可以。你以后教我种田，我教你读书识字。你识得多少字了？
简单的已经都学会了，复杂的还没认全，在学。薛老教你的？我自己买的字帖，不认识的就问徐爷爷。那写字呢？也会一些，不过写的不是很好，可能以前识的字，但也记不起来了。要不我拜你为师呗？你字写的那么好，要是能临摹出你字里的神韵的1-2分，我能在村子里横着走。教你可以，拜师就算了，我可不想收你这么大的弟子，年纪太大不好教，这练字3、4岁便要开蒙，你嘛，晚了一点。等你农忙结束，有空我指点你一二，不说2分，写个半分也是可以的。真的？自然当真，我从不食言。太好了，多谢。给我吧，我帮你磨。没事儿，我自己磨就好了。躲开点，差点伤着你。你去那边坐着歇会儿吧，这种粗活不适合先生。什么叫先生？你要愿意，叫我一声九郎。九郎？上次不是说叫你韩叔吗？还有上一次我就挺疑惑的，你不是独子吗？为何叫九郎？不是该叫大郎吗？独子就不能叫九郎？谁规定的？我在军营里排老九。随便胡诌一个理由。说了有男人在，不用你这么辛苦逞能，你就不能当一回娇滴滴的小女娘吗？学一学那些弱柳扶风的温柔女子，多娇柔矜持一点，才会招人疼惜怜爱。你这是在嫌弃我这个乡野粗女太粗俗。我什么时候嫌弃你是乡野粗女了？你这话里话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让你别那么辛苦，适当做一个娇弱的女娘，事事都往自己的身上扛，你不累吗？家中已经有男人在了，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。我这是在心疼你，你还冤枉起人来了。既然是关心人的话，那就说得好听点啊。长得这么俊了，这嘴怎么这么硬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埋汰人呢。徐爷爷还说你不是迂腐的书呆子，我看你就是个蠢呆子，连哄女孩子说的话都不会。叉腰气汹汹说道：筐里的6把镰刀全磨了，磨不完晚上不给你饭吃。说完转身去西屋归置昨天顺丰带回来的东西。萧敬言瞪着狭长的双眸看他潇洒离去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差点就朝他吼一声：本王又没哄过女人，怎么知道什么话能让女人开心？不识好歹。文离，上次你托我带的种子我帮你带来了。你是哪位？你是黄笑。你有何事？啊，我给温离带了他想要的种子，今日归家顺路给他送过来。大林哥，你回家了。黄林看着他款款朝他快步走来，原本黯淡下去的目光瞬间又明亮起来。萧敬言手上的镰刀在空中旋转一圈。我过来给你送种子。麻烦你了，我上次也就随口一问，你还真去找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刚好看到就顺便带回来了。温离扯开袋口，对，就是这种。大林哥，你真是帮了大忙了，真是多谢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银子。不用，我向别人讨来的也不多，所以人家没收我钱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！你大老远给我带回来，我给一点茶水钱吧，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你等着。你要这样，我可不高兴了啊！多生分啊！别整这些，等以后你种出来，分点种子给我家就成。这还用说？等我种出来，要多少你尽管开口。行，那咱们就不整这些虚的了。成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随后我打趣他一句：话说你这去一趟雍城，怎么晒成这个样子了？跟个黑炭似的。那座行宫工期赶得很，不管白天还是黑天，风吹雨打都要干，就晒成这样了。说罢，压低声音靠近与他小声透露一句：据说是摄政王要回封地来，所以雍城严阵以待，整个宫殿都在求善。不过我们不够资格进雍城宫里，只分配到南县一座小行宫里做工。温离悄悄后退一步，拉开安全距离，不想身后堵了个人，他差点踩在他脚上。
没事儿，黑点也是能看出模样的，更加帅气了。你这是还没回家吧？啊，赶快回去吧，你阿娘估计站村口等着了。多谢你特意给我送过来，我家九郎也归家了，得空请你来家中喝酒。九郎？指的是他？皇孝为何叫九郎？多谢你照顾我家温离，听说你年底要成亲，届时我定送上丰厚贺礼，讨一杯喜酒喝。黄林彻底待不下去，脸上的笑容蓦地沉下来，拳头握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明年开春我还要去雍城，到时候你需要带什么尽管告知我，我会帮你带。多谢大林哥，暂时没有其他要带的了，那你慢走，路上小心。好，告辞。慢走不送，有空来家里坐呀，我家阿离做饭一绝，有空带你夫人一起来吃顿家常饭，以表谢意。言下之意，你一个人最好别来了，容易惹人非议。你故意的。我这是在帮你。他一个即将成亲的男人，走那么近，也不怕他夫人找你算账。算什么账啊？我对他没意思，我就把他当村里相熟的兄长看待。你没那个意思，可他不是这么想。萧心言歪着头不以为然，他也是男人，就那灼热的目光，说没意思鬼都不信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早前就与他清楚地说过，我无意于他，只当他是朋友。他也知道我与你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会有其他想法？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半个月的脚程，还不忘帮你带东西，不先回家落脚，让他娘送过来，拐了一个弯先到你这里来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？你难道看不出来？你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男女有别？且不说他只是一个同村的外男，就算沾亲带故也要避嫌。何况他明知你的情况，他自己也即将要成亲，更加要注意分寸。你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吃醋呢。大林哥只是上门来送个种子，又不是孤男寡女，你也在场，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不堪呢？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拜托他寻这种子，我是无意中看到他娘种的菜，多嘴问了一句，翠花婶便放在心上与他说了。他在雍城做工，见多识广，见过许多东西。他离开的时候突然说会帮我寻来，我压根没向他开口。你别乱猜测扣帽子，都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怎么你也这般女人做派小肚鸡肠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对我有意思呢。别忘了，你可是个不举还喜欢男人的，莫名其妙。萧心言被他对得哑口无言。转眼3日过去，晨光穿过稀薄的云层，丝丝缕缕倾泻而下。温离起了个大早，今日要下田割稻。你怎么又这么早啊？你今日也起得挺早。都说了，以后别背这么重的东西了，你可以叫醒我。也不知虚老药方里加了什么，这药让人嗜睡得很。你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晨间路重，叫上你如何能行？别又引得余毒发作。我一会儿包完饺子上锅蒸，你帮我看着灶火。我要先下田去和婶子们割稻子，等差不多了，我会让虎子过来，到时候你与他一起带着饺子过来。说着不放心地问一句：烧火你会吧？看锅里的水干没干，蒸熟了将蒸笼抬下来，再将饺子装进篮子里。算了，我一会儿手把手教你一遍。看他那迟钝的反应，温离心中有了答案。这饺子皮是昨晚就擀好的，深秋哪怕不放进井里也不会坏。秋日的荠菜虽然不像春天那么多，但是地头细缝角落里还是能寻到不少。趁现在还能挖到，温离时不时就会去挖一些来包饺子。荠菜焯掉水切成碎末，加入腊肉丁，配上盐巴和青酱等调料，搅拌均匀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他就包了2屉饺子。洗了手也凑过来帮忙萧心言，全神贯注低着头小心翼翼捏着手里的饺子皮，捏半天发现自己包的饺子要么裂开，要么丑得要死。面皮上我也沾水了，
为什么我包的口子还是捏不紧，又丑？熟能生巧，你别像对待小媳妇儿一样太小心翼翼，用点力气捏紧。乖乖照做，某人立刻心领神会，果真用了力气。只不过最后使完力气一开手，不是，我叫你用点力气，你怎么直接把皮捏得身手分离了？看他一脸无辜又无助的表情，温离立刻止了笑，摇摇头。包完手里这个，他轻身挪过去握住他的手，手把手教。要这样，别真用蛮力，恰到好处才能捏紧又不捏碎。淡淡的艾草清香袭来，柔软的触感包裹着他的手，铃音般的声音飘荡在耳边。眼神一乱，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。会了没？你自己再试试看。皇上，你听见了没？说了，别叫我皇上，叫九郎。还九郎？他叫不出口。万历翻了个白眼。你自己试试。看着已经退回自己位置的人，小心眼闪动两下眸子。不错，孺子可教，这不就好啦？那你再教我如何才能捏出你那种纹路？这个简单，来看仔细。可惜了，小心眼遗憾叹息。他没再上手握着他手把手教，不过挨得近也是挺好。做完这些，温离这才又换上那双满是泥巴的草鞋，背了一筐昨日磨过的镰刀，拎着水囊准备下田。你别小子馒头没蒸熟，把我的大锅给捅穿了，当心着点儿。还有，水没了记得加水，别锅没捅穿，你给我烧出一个大洞来。知道了，真是小啰嗦一个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们这身份是不是反了一下呀？哪里反了？人家都是男耕女织，我们倒好，你下地干活，我留家中做饭，是不是反了？嘿，放心，本姑娘有力气，养得了你这个娇滴滴的美公子。谁娇滴滴了？不娇滴滴，是俊美，俊的天下无敌。人家是金屋藏娇，我是茅草屋里藏美男，我乐意。还一藏三儿呢，是不是人生一大快活事？干活都能出不少力气。怎么，你连顺风顺遂都想收入囊中？变成家庭主妇的摄政王错位熏天，一个就够了，别的男人就别想了。行，知道了，独宠你一人成了吧？就养你一个，顺风顺遂，专门负责帮我干活。这还差不多。行了，看好灶火，我走了。各位婶婶大娘，辛苦大家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不迟，李丫头来的正好，我们刚开始不久。刚开始不久，五块稻田都去了不少。因着去年有几位婶子和嫂嫂帮忙，都不用他教，大家早已互相传授。没等他来，直接开工。他这边刚下田埂，黄玲扛着骨斗也走了过来。林子呀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打算派人去抬骨斗呢，你这帮着扛过来，省了不少力气。林子，怎么没跟着去修路吗？在外面干了大半年，且让他歇2天，他爹再挣就够了。也是，大钱挣得够多了，歇一歇，这点小钱就让他们赚去。除去皇孝，林子也是咱们村儿顶顶好的青年才俊，比他哥哥不差分毫。去雍城那样的大都城，还怕挣不着钱？不差那点修路的钱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林子的好日子定了没呀？打算哪一天去下定礼？翠花婶见自己儿子的视线一直落在那道熟悉的人身上，痴痴看着。你硬给林子定下你娘家侄女儿，别好心办坏事儿哦。我看他呀，现在都还没完全歇了那心思。翠花婶怎会不知？昨天这混账回来没先回家，特意绕了路，巴巴跑到西坡小院。可惜人家不可能嫁到他们家来，自己儿子也配不上她这样的好姑娘。谷子，温姐姐麻烦你件事儿。温姐姐，您尽管吩咐。你回去帮我看着你皇孝哥哥，我灶头上蒸着饺子和馒头呢，
我怕他把我锅给烧穿了。你回去帮他一下，蒸好了就装篮子里，拿过来给大家当早食。啊，知道了。李丫头，我们大家可都等着你和黄笑的喜酒呢。要不你们和大林他们一起办得了，这样多热闹呀！哼，胡说八道，怎么能一起办？一起办岂不是只能吃一场酒席？肯定要一场一场办呢。对对对，那就一家一家来。哎，李丫头，你们啥时候办呀？李丫头是个有主见的，岂会少了大家的一顿酒席？别乱打趣她，小姑娘面皮薄，瞧你们一个两个的，把人都说得低下头羞红了脸。再说扣你们种子不发。大家闹着玩呢，不说了不说了。说着认真端详手里沉甸甸的稻穗。李丫头啊，你这稻子颗粒饱满结实，七奶奶看着满心欢喜。明年若是我们家家户户都能种的这样的稻谷，丰收的时候咱们办一场长桌宴，热闹热闹。对，这个主意好。要是咱们明年也能得这样的粮食，婚礼婶子来给你洗1年衣服。人家温离呀，还看不上你嘞。这5亩稻田这样好的收成，估摸着得有50来担粮食吧。我估计不止，猜测有什么用啊？现在不是已经在收割了，动作快些，等收完很快就知道结果了。笑闹声一片，空旷的田野上传来甜甜的稻香。等收割到一半，黄玲扛着第2个大骨斗再次走来。不远处，一身水蓝色锦衣、身材修长的身影也缓缓朝着这边赶来。温姐姐，我将饺子和馒头带过来了。黄小虎，不是告诉你别让你笑哥哥拎吗？他身体受着伤呢，你耳朵白长了。不碍事，我身体没事了，拎得动。哟，黄笑也来了，看着气色好了不少呢。长得是真俊俏啊，这也太好看了点吧，我的眼睛都看直了。可不是，和李丫头多般配，男俊女俏，天生一对儿呀。叽叽喳喳一片赞扬声，某人抿着嘴角朝各位婶子礼貌微笑，这一笑差点迷晕一众老少妇孺。我自己包的芥菜腊肉饺子，想来婶子们肯定没吃过早食，请大家尝一尝。东西不多，大家莫嫌弃。瞧你说的，我们可都知道你的手艺，你这谦虚了不是？怎么可能嫌弃呀？还未吃过早食的小辈们可以上去尝一口，但每人最多吃3只，不许哄抢多拿。七奶奶发话，过来吃一口，你也不曾用过早食。温离根本不想理会他，打算再搁一会儿。快去吧，你家黄笑等着你呢。快去呀，莫让人家等急。温离无奈，只能转身上田埂。因着早上没吃，他的肚子确实已经饿得咕咕直叫。他顺势坐下来，小心言从篮子里取出一盘饺子，搁在他面前，又掏出2双筷子，分出1双递给他。你也没吃过，怎么不在家里吃好了再过来？一蒸好就装篮子送过来了，怕你饿着。我自己饿几顿倒是无伤大雅，饿着你，我可是要心疼死的。温离一噎，怪异打量他，这男人咋回事？他没会错意吧？定是他想多了。这位是段秀，喜欢男子，对人好，估计是从小涵养好，不可会错意。干什么？稻草，多吃点。将整盘饺子又往他跟前挪了过来。腮帮鼓鼓的温姑娘差点又沦陷在他这一笑就能迷死人的剧言中。你说要教我干农活的，不能言而无信啊。现在你确定？确定。穿成这样下地如何？这样可行？温离与他对视良久，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下去。行。说着干净利落下田，转头看他也跟在身后。温离弯下腰，伸手握住一捧稻杆，开始示范。割稻很简单，我只讲1次，你慢慢领悟。看好了，一手抓住稻杆，一手握紧镰刀，刀锋朝稻杆底下，
大概这样的位置，微微斜一点割。喏，下来啦。小心妍看了一会儿，弯下腰，学着他的样子也开始割起来。第一次不是那么顺利，刀口没放对，没割下来。温丽提醒他用点力气，他真用上了力气，不想太过用力，直接将刀杆连根拔起。再试试，抓住刀杆的手不要太用力去拽，稍微用点力握住就行。拿镰刀的手略微斜一点，注意自己的脚，别刀杆没割下来，你自己的脚却削下来一块。萧心妍侧目，静静按照他的指示再试一次。撕拉一声，这次很轻松就割下一茬。不错，一教就会，真聪明。某人得了夸赞，又似乎领悟到了诀窍，干劲儿十足的一茬接一茬开始认真干活，越割越顺手。没想到黄秀第一次干农活就做得这么好，真是不错。这人长得好，读书也厉害，农活还干得如此出色。啊，可惜了，怎么就不是我们家出的儿郎呢？你呀，就别白日做梦了，这是黎丫头家的。隔壁的稻田里，同样捧着大捆稻穗的黄林趁着目光看向他们。割个稻子也值得夸赞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全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长舌妇。除了读书识字，长得好看些，能有什么用处？这温离到底图他什么？就因为长得好看，好看能当饭吃。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一片欢声笑语。哎，咱们上午就到这里，一会儿男人们吃完午时，叫他们先过来挑几担回去。这太阳这么好，晒个几天就能入仓了。辛苦大家了。李丫头又见外了，以后不兴这般客气啊。午时后我们再继续，这么多人加把劲儿，说不定今日都能收完。是呀，温离，以后啊可不能再这么客气了。村里村外的都是一家人，大家互相帮助嘛。回吧，大家伙一会儿早点过来。哎，回家做饭去喽。所有人提着镰刀纷纷上田埂。有事？我喜欢温离。哦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要再次追求她。就你也好意思开这个口？怎么，你想娶她当小妾？我会让我母亲去退掉亲事，也绝不会让她做小。那又如何？我要与你公平竞争。是吗？我为何要与你争啊？我不需要争啊。温离与我本就有婚约。你有婚约又如何？我定亲了一样可以退，只要温离愿意，也能退掉亲事。可是温离为什么要与我退亲呢？他又不是不喜欢我。我要是记得没错，听说2年前他已经拒绝过你了，还没死心啊？还是说你眼巴巴盼着我死，你好趁虚而入？皇上！一句话戳中要害，仿佛被人洞穿意图。黄林气恼的直呼其名。萧心妍朗朗警告道：既然温离对你无益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别不识好歹死缠烂打，不然如何？就你这病恹恹的身体，还不知道能活多久，如何能给他安稳的日子？听说你还伤了身体，将来也不一定能给他一个孩子。说是她嫁给我，将来必定儿孙满堂，都不用像今日这般。猛地，高大的身体被人一把揪住衣领，重重扔进溪沟。动作之快，都没来得及看清是何时出手。脑子不干净，那就好好洗洗。再出言不逊，我让你永远闭嘴。皇上！众人被一声大叫惊得纷纷回头，发现黄林已经整个人摔进溪沟中，卡在了沟渠里。清澈的水染成了红色，顺着沟渠快速流走。黄林的手被划破，额头磕出一道血口子。黄九郎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了这是？好端端的为何要动手？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？你就吼我。说了什么也不能动手啊，又不是仇人分外眼红，就不能好好说嘛。婶子，不好意思，我家九郎不是故意的，年轻人火气冲了点，让大林哥受伤了，我替他赔个不是。大林哥，对不住。
你们两人到底说了什么？为何要大打出手？他都要成亲了，还敢肖想你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了吗？说什么？他说我一个病秧子不知道还能活多久，劝我别耽误你。他还要退亲，扬言要与我争你，说我生不出孩子，只有他才能让你百子千孙。你说他该不该打？我看他脑子拎不清，将他扔下去清醒清醒。不长脑子还自不量力，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，没让他闭嘴，都是念在你的面子上，自以为是。温离嘴角一抽，有些无奈。我不是有意吼你，就是看你伤了人，到底不好。以后别这么冲动，大家都是乡邻，有话好好说。直勾勾对上他好看的眼睛，温离小声说了句：乖。这安抚倒是管用，某人的怒火瞬间就退得一干二净，得意地翘起嘴角。婶子，想来黄林应该是误会什么了，我一直当他像是哥哥看待，绝对没有一点男女之情的意思。我这身上也没带什么银子，徐爷爷也进山采药去了。要不这样，一会儿吃过午时，我送些银子过来，劳您带他去县城包扎一下，这马上就要成亲了，破相了总归不好。混账东西，好的不学，谁让你动这种歪脑筋的？这亲事岂是你说退就能退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敢退一个试试？别说温离看不上你，就是黄孝回不来，也轮不到你。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黄孝不打你，老娘先打死你！说着看向萧心言。阿孝，对不住，他脑子犯糊涂呢。你打得好，婶子不怪你，不过可否念在他比你小2岁的份上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婶子回去好好收拾他，放心，以后绝对不让他动歪脑筋，他配不上李丫头的。你和温离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我们都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。我就是喜欢温离，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我又没有横刀夺爱，他不是还没和黄孝成亲吗？他们也没有拜堂，我为什么就不能争一争？娘，我不喜欢表妹，我不想娶她。混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快闭嘴！就不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温离，如果黄孝没有回来，你会不会考虑我？哪怕……不会。温离眼神坚定，异常决绝否定了他的幻想。黄林，2年前我就明确告诉过你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，你别再做无谓的纠缠了，也别再自作多情，不然日后路上碰面，剩下的只有尴尬，何必呢？婶儿，我一会儿让人送过来。九郎，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又是这般狠心拒绝，黄离埋下头，眼泪在眼眶中打转。李丫头，是你大林哥做的不对，钱不钱的你可别送来，这不是埋汰婶子，打我的脸吗？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回家我就收拾他。别看了别看了，都散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净会看热闹，一会儿下午还干不干活了？赶紧回家烧饭去。到底还是顾着两家的脸面，翠花甚尴尬圆场。人家黄孝都回来了，还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辩解，当着人家的面说这样的话，这不是找打是什么？人家黄孝又没死。可不是，要我说啊，把他扔沟里还算轻的，就该好好打一顿，才能让他长记性。翠花自己惯的，大的没能回来，全指望这个小的，惯得不知分寸。这么拎不清，还不如当初让这个去，他哥留下。黄海啊，虽然比不上黄孝，但也是顶顶好的儿郎，知分寸又踏实肯干，可比黄林懂事多了。温离没有理会身后的闲言碎语。下午要不你就别去了，在家好好休息吧。省得又遇到刚才的事情。今日来帮忙的人这么多，估计到傍晚就能收完，你不去也没事儿，能忙得过来。你是担心我，还是怕我再伤他？这话说的，他跟我又没什么关系，
我担心他做什么？我是怕你累着，你身体刚好，万一累倒，徐爷爷不在，我可治不了。这么关心我，你是针对那个黄陵没意思？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要是对他有意思，还愁嫁人，用得着等你回来？深沉如渊的黑眸翻涌流转，某人努力憋住快冲出胸腔的喜悦，笑道：辛苦你等了这么久，放心，除了余毒未清，我现在撂倒一头牛都不成问题。还撂倒一头牛，把你能的。好好好，你厉害。不过善意提醒一句，杀人偿命，陈国律法严明，劝你冷静别乱来，收拾过就行了。说着拿眼不停瞅他，看他刚才放倒黄林的架势，他怀疑他身手并不简单。可是他什么时候练的这身本领？他还不值得我亲自动手。放心吧，我是良民，不会滥杀无辜。男女有别，注意分寸。现在在乎起男女有别了，晚了。该误会的人家早就误会了，该摸的也早摸了，想不认账门儿都没有。俊颜直勾勾横在眼前，温离仓皇逃离，回到家中做了午时。焦心妍不知何时进屋换了一身粗布衫，这样才对。你上午那身昂贵衣裳穿去干活简直暴殄天物。话说你这衣衫哪里来的？好像不太合身啊，短了点儿。哦，以前的，许久未穿了。等锁了院门，屋后的两个蒙面黑影躲在墙角。哎，还别说，咱们主上这一打扮，倒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从哪里弄来的那一身麻布衣啊？哎，主子要的急，我就顺了村里一位婶子给她丈夫新做的布衫。尾巴扫干净没？别让人发现了。我留了银子的，发现不了。太累的话，你去边上喝口水休息一会儿。没事，站着歇一会儿就行，只剩一点点了，加把劲儿，太阳落山前应该能割完。估计啊，用不到太阳落山，打谷子快的，等打完，男人们刚好下工。李丫头，带着黄孝去边上坐着歇一会儿吧。他第一次干农活，身体也还没痊愈，可别累着了。温离偏头看一眼袖子卷得老高，露出精壮的手臂，原来真有人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是他喜欢的身材。不知道有没有腹肌呀？水囊你刚才放哪儿了？见他要喝水，原本没打算要停下来的人转身去拿水。不用拿过来，我走过来喝。水壶没摸到，摸到了萧心妍紧实硬朗的手臂，线条紧致而流畅，微微隆起的弧度彰显无尽力量。温离努力压制翘起的嘴角，不让自己狂喜出声。萧心妍盯着那双不安分的手在自己手背上游走，摸了又摸，摸完还不够，还用捏。要不要我把上衣除了，方便你摸？不好意思，我要拿的是水壶，一不小心抓错了。我说怎么手感不一样呢？色胆包天，贼心还小，怂样。日头西斜，天边红了一大片。哎呀，咱们中午挑了30来担，不知道这次能有多少。爹，你可得记清楚点啊！还用你说？我就坐在这边上记，你们只管挑。哎，得嘞，大伙抓紧点啊，多出点力气啊！明年咱们也能收到这样好的庄稼，哎呀，想想就美啊！就你啰嗦，大家都挑走了。小哥你快放下，用不着你，你叔伯他们会挑的，你身体才刚好，能帮忙收割已经很不错了，别累着，身体要紧呐。萧心妍没挑过扁担，加上个子又高，你过来帮我们捆秸秆吧，你没挑过扁担，容易栽跟头。让黄孝歇一会儿吧，他身上都冒烟了，哪有你这么使唤人的？乔婶儿看他浑身冒着热气，羡慕不已。年轻就是好啊，火气足，看这一身腱子肉，
李丫头是个有福气的。这一语双关的话，逗得众位婶子咧嘴一阵挤眉嬉笑。我这老头子还在这儿坐着呢，没羞没臊，嘴上没个边儿，闹得小两口脸都红了，没个长辈样。小哥过来，帮我算算下午有多少单来着。被人调侃，萧青言神色如常，没见多大反应，反倒是强装镇定的温离红了耳垂。下午有32单，加上上午的总共62单。这么多，简直大丰收啊！好好好，李丫头好样的。前头玉米丰收，现在稻谷也丰收，这可咋整？羡慕死个人嘞！哎，黄笑，你可得看紧点儿，我都有点想把人抢回家中去了。抢了也没用，你家梅儿郎来配这么好的丫头，少做青天白日梦了。丰收的喜悦渲染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看，我们在抓这个好东西。你抓这东西做什么？快扔了！怎么能扔？这可是宝贝！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再抓几条。萧敬言死死皱着眉，又退了2步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？滑不溜秋，腥的要死。你快上来，琪琪回家，大家都走光了。妮子、狗子、虎子，回家喽！夕阳已经消失不见，只有淡淡余晖洒落在山脚。孩子们挥手与2人告别，奔向自己父母的方向。你快上来吧，天要黑了。知道了，马上就好。我抓完这条就来。萧敬言拿他没办法，只能抱着双臂，静静站在边上等着。长满杂草的小路边上有棵童子树，树下站着一个人影，正远远眺望着他们的方向，目光中满是失落与哀伤。他到底还是不曾看过他一眼。温离抓完最后一条，终于舍得上岸，拎着竹篓走向水沟，将满是泥浆的手脚洗干净。他心情甚好，开开心心哼着小调，踏着灰暗下来的天色回了家。萧敬言背着背篓，拎着装有鳝鱼的竹篓跟在他身后。等回到家中，将竹篓里的鳝鱼倒进木桶里之后，他又钻进厨房，开始准备2人饭食。做完饭，温离让萧敬言先吃，他去后院先喂一下2师兄。萧敬言没动筷，端坐桌前等他忙好。你怎么没吃啊？我不是让你先吃吗？饭菜都冷了。等你一起。这百草谱是薛老让你看的？让我熟记。薛爷爷想教我医术，奈何我天资不够，学了3年，我还在这背药谱。这些药草在我看来，只能分吃和不能吃2种，什么4气5味、升降沉浮，我根本记不住。他们可能认识我，可惜我记不住他们，经常搞错。学了3年，薛爷爷连针都没敢让我下几次，时常笑话我，不怕死的，就怕半死不活的，被我给治得死透了。看来你不善药理，薛老却坚持让你学了3年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可不是，白白浪费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。我也想好好学来着，可惜每一次一看到这个医术，我的2只眼皮就忍不住打架。莫灰心，慢慢学，不是人人都是神童，过目不忘。能学会皮毛已经很难得了。你这语气怎么跟爷爷如出一辙？他也是这么忽悠我的，忽悠了3年，我还是没多少长进。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行了，赶紧吃吧，一会儿还要给你药浴，汤药已经在熬煮了，吃完就能开始。好，2人默契的不再言语，开始安静用餐。我进来了，给，就着这个药丸喝下去。萧敬言接过，不小心瞄到那鼓起的胸肌，温离急忙错开视线。罪过，罪过。等他喝完，温离偏着脸接过药丸，结果一不小心还是摸到了硬如钢铁的手臂上。还有事情没做呢，怎么害羞了？我以为你不会害羞，难得。谁说我害羞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害羞了？没害羞。那你脸红做什么？谁说我脸红了？这是热的。红？热吗？我觉得不热啊，反倒挺冷的。废话，衣服全浸湿，还露出大半个身体，能不冷吗？你不会把上衣脱了，整个身体泡进去吗？全泡进去效果才好。说着上手去帮他脱外衣，打算将人按进药水里。萧敬言也是没料到他真敢上手，直接一把扯下他的衣领，露出大半个肩膀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帮我放血了？啊？哦，对，要戳指尖。看他羞得自乱阵脚，
萧心言眼神忽闪几下后，立即恢复镇定自若的模样。银针你也没拿来？我立刻去取。妖孽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温离取了银针回来，专门挑最粗最长的，一把攥紧比自己大出许多的手，一针狠狠扎下去。疼，知道疼了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捉弄人。不敢了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温离收了针，将新的药端给他。第2碗，喝下去。瞧他还记仇上了，清冷的俊脸上浮起浅浅笑意，乖乖接过药碗，仰头一口干掉。念他还算听话的份上，温离没再跟他计较。毫无察觉的温姑娘搅拌完，微红着脸颊抽回手，扯过一旁的毛巾，将手上的水擦干，拎起他的手放进药水内，双手一压，将他整个人按进浴桶中。不知道是不是忘了第2碗药的作用，一喝完，整个人就会动弹不得，除了眼珠子能动，连话都说不出。小心言被他一把按进桶里，整个人沉了下去。不好意思，没控制好。你不要紧吧？忘了，你不能说话。只能动眼珠的男子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受惊的是他，差点淹死的也是他，他下个什么劲儿？像被点穴一样，他现在浑身不能动，五感却变得异常敏锐。泡2炷香，汤药有些冷了，我去给你加点热的。做完这些，他抬了一张小桌进屋，还从他的案桌上拿了字帖和笔墨纸砚，坐在浴桶对面，一边留意他的情况，一边开始练字。温离写完一页，时不时用余光瞄他一眼，正要铺开新的纸张，发现他紧闭双目，满脸痛苦之色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他蹲下身去细看他脸色，焦急呼唤：皇上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皇星爷，皇九郎。听到他呼唤他，萧心言缓缓睁开赤红的双眸。得出来了，能自己出来吗？劳烦你扶我一把。温离一言俯下身过去扶，兴许谢库也和他主人一样变得虚弱不堪。主人起来了，他却趁人不备，招呼也不打一个，在他主人笔直修长的双腿刚跨出一只脚的同时，撕拉一声跳了下去，下方瞬间一览无余，一阵凉爽。未完全恢复知觉的摄政王还没反应过来，身旁那双睁亮的大眼已经低下头。温离，别！来不及了，已经低头俯瞰到了。温离唰的脸色爆红，猛地一拧脖子，差点将脖子甩断，慌得他掉头鼠窜，差点夺门而出。要不是某人半个身体挂在他身上，他早逃之夭夭。他在浴桶边上的摄政王脸色由红到黑，黑的都能滴出墨来，使不上力气的手急忙去勾裤子，可惜所有力气全都集中在脚上，支撑着他站起身，手上就变得绵软无力，勾不上来。温离无法，只能闭着眼睛帮他捞上来，拖着人到椅凳上坐好。温离爆红一张圆圆脸蛋，奔去房间内捧来大肠给他裹住。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等你恢复力气，你要么自己换一下。说完逃出屋内，奔回自己的房间。苍天大地，他会不会长针眼？某人捂着自己双眼，羞得差点失声尖叫。他好像画小了。万里无云，连着数日都是晴朗天。温姑娘，您回来了。啊，你们到家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徐爷爷，丫头回来了。你们路上顺不顺利？没有遇到危险吧？没有，都挺顺利的。顺风云淡风轻的回答，绝口不提打虎和入深山时的凶险。那药材找到了吗？都找到了，还有一张虎皮，给你搁堂屋去了，一会儿你自己去放好。爷爷他帮你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明日你拿去村头找黄老头帮你重新揉制。真打了老虎？温离惊呼，顺随兴奋强化：温姐姐，温姐姐，我打的。这也太厉害了，我们顺遂真了不起，能打老虎，厉害，相当厉害。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哦，就是虎肉没办法带回来。没关系，那肉要是带回来肯定也坏了。虎皮可是金贵之物，带虎皮回来已经相当不得了了。小功臣辛苦啦，今晚给你们做顿好吃的。谢谢温姐姐。
老鼓鼓胡须也高兴得合不拢嘴。爷爷，你想吃什么？一会儿我也给你做。爷爷不挑嘴，都好，你看着安排。温姐姐，今晚做红烧肉吗？6天没吃到那油光锃亮的红烧肉，可馋死他了。你要是想吃，姐姐给你做。太好了，我可太想念您做的红烧肉了。你不知道，这几日我们在山里吃不饱不说，哥哥烤的肉柴得我牙齿都嚼不动。吃货果然是吃货，一回来就讨吃的，喋喋不休数了起这几日的遭遇。这么馋肉啊？好啊，一会儿温姐姐给你做一大盆，让你吃个够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温姐姐。温姑娘，您可别太由着她，瞧给她惯的。不知分寸，看不到主子的脸色吗？不就吃个红烧肉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温姐姐，你做的饭菜可好吃了，是天底下最好吃的。吃过您做的饭菜啊，再吃别的都变得索然无味，好像在吃猪食一般。您看我的肚子都扁了呢。是瘦了，真是可怜。一会儿温姐姐再给你做道美食，好好补一补。院子里立刻传来久违的笑闹声，温离也咯咯笑得花枝招展。完了，顺风直接闭眼，这坑他可是填不平了。瞥见主子阴沉下来的脸色，顺风叹息一声，决定还是自己先动手。你这意思是在说你哥哥我做的饭难吃是吧？我实话实说。再说一遍。你还别不服气，温姐姐就是做的好吃，你做的不好吃。找打！温姐姐也是你能叫的，叫温姑娘。不要，叫温姐姐，温姑娘让这么叫的。顺风跳起来就追着人满院子找打，院子里立刻传来一阵乒乒乓乓。顺风，你别欺负弟弟！哎，当心，仔细我的簸箕！打翻了我让你们俩去后山砍竹子。顺遂听令，命你去把土豆削干净，去后院把马儿喂了，马厩刷干净，再去把鸡鸭赶回笼，去药炉喂狗。今晚的碗筷和灶台全由你负责洗干净。这么多，那哥哥呢？他做什么？他放哨护卫。啊，就我一个人做，为什么呀？主子啊，要不让哥哥跟我一起呗？事情有点多，我一个人。这是命令，现在立刻马上就去。顺遂耷拉下脑袋，哭丧着一张脸。是啊，属下领命。顺风抱着双臂叹息一声，这么多活儿，干嘛非得使唤他一个人干呀？我们这么多人呢。顺遂，先去帮温姐姐把土豆削了吧，一会儿再给你做一个干锅土豆片儿。鸡鸭我自己去赶。顺风，要不你去喂一下马儿？至于喂狗，一会儿要是温爷爷上去烘药材，让爷爷顺带不就好了？某位二大爷则一眼，丹凤眼眯得更深了。顺风无奈摇头。哎，温姑娘啊，您这不维护还好，这一维护，待会儿小呆瓜铁定会被折腾得更惨。主子让小呆瓜去做这些事，无非就是想支开他，不让他围在您身边转悠。嘿，您倒好，还心疼起人来。我们回来的时候已经喂过了，等天黑我再去把他们牵进马棚里。瞪眼罪魁祸首，看出来他这是故意的。顺遂，走，跟姐姐削土豆去。好嘞，来了。等他削好土豆，温离转身进厨房去提那一桶养着的鳝鱼，他要拿出来处理一下。温离一屁股跨坐在长凳的另一端，弯腰从桶里抓起一条鳝鱼，将它按在木板上，抄起菜刀，啪啪就是2下，直接将它敲晕。熟练地掏出内脏，舀出一瓢清水，将血水冲洗干净。手起刀落，鳝鱼一条接一条被抓起来开膛破肚。温姑娘，你这手法简直太好看了，哎，能否教一教我？这用不着教，你多看2遍就会了。把鳝鱼敲晕后，钉在竹尖上，用剪刀剪开一个口子，再从口子上往下划，划的时候当心点儿，别拉到自己的手。你学这个做什么？你要学做菜？我觉得你这手法干净利落，相当顺滑漂亮。若是用在逼供犯人身上，
再硬的骨头都能给他撬开来。我这是做菜的手法，你要用到犯人身上去，会不会太残忍了点儿？残忍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合适，非常合适。顺风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手上的动作，这是不是扇骨？能剔掉吗？能，从头这里开始，划拉2下，骨头就剔出来了。温丽拿起剪刀直接剔给他看，等处理完扇段，他又洗了莴笋、土豆和大白菜，取了一刀肉，端着满满一盆菜准备进厨房。扫一圈，发现顺遂不见踪影，看向某人问道：顺遂呢？怎么不见他人？叫他进来帮我烧火。顺遂去给虚老捣药去了，我帮你烧。你烧？温离怀疑，还是让顺风来帮我吧。不用，我来吧。真不需要你帮忙，劳烦你坐着喝茶，等着吃饭就行。哼，不就添柴烧个火，多大点事儿，难不倒我。摄政王自信满满，一撩衣袍，一屁股坐在灶堂前，拿起柴火就开始生火。温离抽抽嘴角，拗不过他，罢了，点不着他应该就会知难而退了。果不其然，灶堂里的火点了一盏茶的功夫也没能点燃起来，还弄得厨房烟雾弥漫。你别塞那么多，塞太多它燃不起来的。先放小树枝，用稻草点燃，等它烧起来你再放大木块。不是，你稻草多放一点啊，就这么几根哪里够啊？你别急，得等小枝丫烧起来再放大木块。老兄，你放木块轻柔一点儿，你这随意一扔，直接将那点火苗砸灭了。木块和木块之间留点空隙，我来吧。我看你就是一个富贵少爷的命，吃不了这种人间的苦。顺风在门口都看会了，你还没学会？那你手把手教我，我肯定就能点得着了。温离深深看了2眼，瞧他满脸认真求学的模样，深吸口气，还是耐着性子又教了他一遍。但是不知为何，这火刚起了一点，他一放大木块，火苗就无缘无故熄灭。哎呀，去，外面坐着去，等你点燃，天都亮了，看得人急死了。顺风，管好他，不会烧火捣什么乱呀？行军在外打仗的时候，我都是自己烧的，是这灶台不识抬举，他跟我作对。这灶台烧火和外面随便生的火堆能一样吗？瞎搞！管好他，别再让他进来捣乱，不然我们今晚都得饿肚子。爷，要不咱们出去坐着等吧，属下去给您把兵书找出来。去，帮我把那本《村规议事》取来，不就生个火，我就不信我还学不会了。顺风哭笑不得，看一眼只一次就点燃了灶火的温姑娘，压着嘴角忍着笑朝小书房走去。不许犯犟，自己出去找事做，别来这里瞎捣乱。乖，快走，不然我一脚送你。那句好听的乖自动在耳中语音回荡，尖眉颤抖2下，嘴边的笑意不自觉挂在脸上。见他靠在门边，歪着身子抱胸看着，赖着不肯走，也不知他在傻笑什么。因着3人归家，原本只做3菜1汤的简单饭食，改成炒4个小菜下酒，其他下火锅，一边吃一边煮，暖和。往年不到节庆日，你是舍不得将酒端上桌的，他才回来几日，你就端出来2次了。我哪里是舍不得了，是您不能多饮酒，所以我才藏着不拿出来的。要是随您拿取，您又会忍不住偷偷喝。我这是为了谁的身体着想，您别想耍赖，只能喝1碗。我是大夫，不怕。你把酒壶放我这里。你可拉倒吧，我可不信。医者不自医，就我这3脚猫医术，您要是出点什么好歹，您让我怎么办？您忘记3年前的那次大雪夜了？要是我再晚发现1刻钟……瞧他大眼眶里那不要钱的泪珠子又在闪闪发光，蓄意待发。徐神医悻悻收手，他最是拿他眼泪没办法，每次都用这招。
小心言默默注视两人，看着这一老一少斗嘴，有人记挂，有人念叨，有人关心，这是不是就是家的温暖？以后别吃那么撑，不然晚上睡不安稳。你要爱吃，以后我天天煮。温姐姐做的太好吃了，一时没克制住。你家公子我没饿过你一顿吧？怎么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？洗碗去，刚好可以消食。他才刚吃饱，你就使唤他干活。顺遂弟弟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周扒皮？顺遂，你把碗放到灶台上，姐姐来洗。你和顺风帮我把桌子擦干净，把椅凳翻好就行。姐姐，我会洗的。以前在东南都是我洗的碗，以后洗碗都我来洗好了。瞧瞧，多乖巧多听话的孩子，为啥就喜欢折腾人家？温离不满的又回头瞪两眼这个不像话的主子。还不睡？温离吓得手一哆嗦。你怎么还没去睡？温离紧紧压住自己桌上的画纸，脸上飞过一抹不自然。这样回房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作画？我随便画画，马上就睡了。你也早点去歇息吧。看出他着急想赶人，萧星言眸中带笑，轻轻嗯了一声，目光落在他挡住的画纸上。早点安歇吧，别太晚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就睡，你回去吧。话是应下了，人却纹丝不动，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温离干着急，直接起身走到窗户边，迅速关上了窗户。瞧他这心虚模样，萧星言嘴角的弧度怎么都放不下来，看来真是在画他。没想到他还会作画，不知道这画什么时候能画好。要是画好了，该怎么从他那里要过来呢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。看到了也应该看不出这画的是谁吧？他就画了一个轮廓，五官都还没勾画出来。应该是没看到，哪怕看到了，就一个轮廓，也看不出什么来。温离起笔，继续埋头作画。窗外灯光摇曳，没有要熄灭的意思。萧星言心情愉悦地回到房中，顺风伺候他净了脸面。属下告退。哥哥，咱们主上这是怎么了？要是哥哥猜得不错，咱们很快就要有王妃了。啊？真的？王妃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。走了，睡觉去。近在眼前？在哪儿呢？是张小姐要来了吗？哎，你这小呆瓜，跟张小姐有个屁的关系啊！主子又不喜欢她。第二日一早，温离难得起晚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上了，终于起来了。昨晚是不是又偷偷熬夜琢磨啥东西来？抬眼看见他伸着懒腰的模样，我的活祖宗哟，你好歹套件外衫呀，可真是不把我们当外人，穿着亵衣就出来，成何体统？快进去穿上。打着哈欠的嘴还张着，定眼一瞧，顺风顺随已经别过身去，躺椅上的某人也用书盖住自己的脸。温离面上一扫，急忙转身关门。他换了衣服再出来时，白皙的脸颊上染着淡淡红晕。早食你们吃了没？我去做，想吃什么？早吃过了，早上给你温着呢。顺丰做的米粥，你随便吃点，已经快晌午，一会儿就可以吃午食了。简单吃过早食，温离就开始准备午餐。温姐姐，太阿公让我过来请你去祠堂。温离一猜就是稻谷流种的事情。好的，这就来。虎子，你吃过饭没？没吃过的话，过来吃一口。我吃过了，顺随哥，你慢慢吃。西爷爷，您多吃点，阿笑哥哥也多吃点。虎子乖巧地站在院子中间，等着温离出来。萧心言看他急匆匆离去，搁下筷子，朝顺风嘱咐：吃完你跟着过去看看温姑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别让她挑重担子。是，属下知道了。说是让顺风过去，最后萧心言自己也跟着来了。哈笑过来了，来，太阿公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，你来帮忙写一下。萧心言走过去，接过他手里的笔，提笔帮着记在册子上。
这边温离跟叔叔伯伯们把多余的稻谷挑回家中。哎呀，这么多粮食，吃个1年都不成问题。可不止，今年不用交赋税，吃个2年都绰绰有余。哎，得了吧，别羡慕人家了，明年咱们肯定也能种得这样好的收成。只要老天爷赏脸，明年叔伯们说不定种得比我还好。那就借丫头的吉言，我们可都期盼着呢。叔叔伯伯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莫说这种客套话嘞，快把隔板架好了，免得老鼠溜进来糟蹋粮食。哎，李丫头，我们回了啊。哎，叔叔伯伯，你们慢走。温离将谷仓的隔板拦好，想到黄孝还在祠堂那边，叫上顺随又朝祠堂走去。你怎么还折回来了？特意过来接我的？我接你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认识回家的路。我这是要带顺遂去抓天下第一美味的下酒菜去。下酒菜？什么下酒菜？还天下第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转头朝虎子大喊一声：虎子，叫上狗子、大妮和荷花他们，老规矩，每人5文钱。哎，好嘞，温姐姐马上就来。听到温离要抓蝗虫，虎子一个掉头就向村东头冲去。温姐姐每年都会抓这个蝗虫，抓来的蝗虫放进油锅里一炸，香脆香脆的，好吃的不得了。虎子是个行动派，很快就招进来8、9个孩子。温离来者不拒，大手一挥，像个孩子王一样，带着所有孩子就朝稻田里走。主子，咱们是回去，还是跟上去看看？萧星言拖着下巴，他对他所说的那天下第一下酒菜也很是好奇。走，去瞅瞅。温离要抓的这个蝗虫叫稻黄，通体黄绿色，是专门吃稻叶的一种蝗虫，也是农民最头疼的蝗灾罪魁祸首之一。温离，你又带着一帮孩子来除害了。每年就等这一口难得的下酒菜。婶儿，一会儿分你们一点啊。算了算了，你留着自己吃吧，我们可不兴吃这玩意儿。也就你舍得，炸这么多东西得费多少油哟，不知道。没事儿，一年就是那么一回，大丰收，高兴。婶子们也不好扫他兴致，反正李丫头有本事也不缺油。你说的那个天下第一的下酒菜，就是这个蝗虫？对啊对啊，等我抓回去下油锅一炸，撒点盐吧，香得你路都走不动嘞。他疯了还是我聋了？这蝗虫能吃？顺风同样目瞪口呆，看样子好像是真的。顺风有些艰难回答。萧敬言深深闭眼，头疼的只想晕过去。这边主仆俩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，温离却带着孩子们抓得起劲儿。顺遂满眼新奇，头一次听说蝗虫也能吃。先不说他会不会吃这东西，但是抓这个东西似乎特别好玩，仗着自己身手了得，不一会儿功夫，他的鱼篓竟然抓满了。哇，顺遂哥哥好厉害，竟然会飞耶！顺遂哥哥，来这边，这边多，但是都飞到中间去了，你去赶出来。来了。足尖一点，还用上了轻功，再次惹来孩子们一阵欢呼追捧。你家爷我没穷到揭不开锅这个程度吧？别说一个，就算100个我也养得起。你说，要怎么才能阻止他？顺风哭笑不得，同样压着砰砰狂跳的额头。爷，恐怕劝不了。还没劝呢，你怎么就知道劝不了？说完剑眉一扬，意思不言而喻。顺风无奈，硬着头皮下去。温离看到顺风下来，笑着向他招手：顺风，快来一起抓呀！顺风没能劝阻成功，最后还被成功拉下水去帮忙抓蝗虫。小金言看得眉头直跳，终于无法再继续淡定下去。你都抓了一大袋了，够多了，别再抓了吧。快上来，我给你银票，让你去买好吃的。快一点，上来。
不够的，一会儿炸完，8、9个孩子一人分1碗，这1麻袋就没了，还有1麻袋是留给我们自己吃的。才这么点儿，绝对不够，我有经验。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，不用你抓，等着吃就行。看到放下麻袋，撸起袖子，转身又钻进稻田。他可不想吃，打死都不想吃。抓了整整1个下午，抓虫大部队终于收尾。这是什么油？我这个油是用菜籽炼制而成的，我管它叫菜籽油。菜籽油就是青菜的种子榨出来的油。青菜的种子也能炼油？当然能，炼制的方法与大豆、花生等相似，只是菜籽的品种不一样，炼出的油量也会有所出入。我今年刚试种，产量不是很高，只得了2小罐子，所以就打算找些不一样的种子，等明年开春种新品，试试新品种能不能榨出更多的油。这些你都是跟谁学的？也不记得了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反正脑子里自己蹦出来的，也许是在哪本册籍中看到的吧，我忘了。那你以后需要什么样的种子，可以跟我说，我派人去帮你学。那好啊，反正只要是青菜的种子都可以，你多让人帮我寻来呗，我挨个慢慢试。好，我记下了。刚说完话，油锅也热得差不多了，他顺手将筷子递给萧心妍，让他帮他拿着，转头对站在油锅前的众人提醒：我要下油锅了，都退开一些，小心油溅到你们身上。我要下油锅了，都退开一些，小心油溅到你们身上。话音刚落，所有孩子纷纷后退好几步，只有2个不明情况的主仆一脸疑惑，依旧岿然不动。温离拉开麻袋袋口，将蚂蚱一股脑全倒了进去。油锅内立即噼噼啪啪飞溅出许多油沫和还活着没死透的蝗虫，虽然反应迅速，飞速逃开，2人被溅了不少油渍。都提醒了，你们2个还傻站着不动，这下长记性了吧？温离哈哈嗤笑2人，萧心妍无奈，看得笑得开怀，默默转身进了屋子去换衣服。顺风，他有结节？是。怪不得，严重吗？结成什么程度？不喜他人触碰，不喜桌案蒙尘，不喜与他人共用食具，不喜别人善用他的东西，一天换2次衣，出汗的话就一定要沐浴。这病得不轻啊，相当严重啊。但是对喜欢之人，主子是能容忍的。原来如此。温离若有所思的点头，眼珠一转，目光流连在他身上。怪不得顺风能随意触碰他的东西，也不捉弄他。果然对喜欢的人来说啊，是额外也是纵容的偏宠。这玩的有点花呀。顺风的话没能传入温离耳中，锅里的蚂蚱就炸好了。温姐姐，太好吃了，好吃的不得了。嘿嘿，多谢温姐姐。温姐姐，明年还能帮你抓吗？能，明年再教你们。慢点儿，多闻点儿。温离目送他们离去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能做得这么美味。温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！等我回去，定要去御膳房吹嘘一番。你说你要跟谁吹嘘？御膳房？那不是宫里的御厨吗？你去过宫里呀？眼看小呆瓜就要露馅儿，顺风一把捂住他的嘴。御膳房，看把你弄的，说个话都说不清楚。他说的是京都的御香坊，京城最大最好的一家酒楼。我说呢，怎么还扯上御膳房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宫里溜出来的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呢。第2锅也好了，让开点儿，我要沥油了，仔细油墨。顺风捏一把冷汗，将小弟拽到边上。别忘了主子的身份是保密的，说话鼓鼓脑子，小心你的舌头。知道了。我弄好了。顺风、顺穗，过来尝尝这个辣口味的。温离将炸好的虫子分成2份，他喜欢麻辣，徐爷爷喜欢椒盐。温姐姐，这个更好吃，我喜欢，我也要这个。你都吃了1碗了，还要啊？要的，就这么1碗，不够吃。好，这些都给你。终于找到一个也喜欢麻辣口味、懂得品尝的。顺风，过来尝尝啊，
挺好吃的。温姑娘，你自己吃吧，我不饿。不饿也可以尝一尝的，真的很好吃，相信我。只要你吃过一只，保证你爱不释手，停不下来。申风却连连摇头。你抓的时候不是不怕吗？怎么现在反而不敢尝了？多可惜呀！抓是一回事，吃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温姑娘，您慢慢吃，我先去后院喂马。去帮薛老接一下药，顺便帮天驹的饭端上去，给他洗个澡。顺遂，太阳下山了，你去把马牵回家。是，属下立刻就去。哦，知道了。九郎，要不要来尝一个呀？可好吃了。你自己吃，我不好这口。这些蚂蚱多可爱！你看，闭着眼张嘴，看不见就能吃下去了。我第一次尝试也是这样吃的，试试。无需。来嘛，九郎，试试。说着，伸出空着的手，一把盖住他双眼。快，趁热尝一个，很好吃的，信我。在战场上能让敌军闻风丧胆的英勇摄政王，第一次被人如此强迫。来嘛，乖乖张嘴，就是一只，一下下就好，我保证很快的。文离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了方便他，某人悄悄弯了膝盖，整个身体往后仰着贴在柱子上，怕他站不稳摔倒，结实的大手轻轻护着他的腰肢。爷爷，笑死了！你这个傻丫头，快放开！温离被他一提醒，转过视线扫一眼被自己圈住的人，温离急忙退开。黄公子，男女有别，你这样不妥吧？爷爷，是我强迫他的。住嘴！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。您情况特殊，是不是注意点分寸比较好啊？这丫头做事不过脑子，您怎么也由着她胡来呀？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将来可是要嫁人的。你们这样让人瞧见，可就说不清了。爷爷，这话你对我说可能比较合适。闭嘴！你还护着她？上次爷爷与你说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了。你都老大不小了，还动不动就对男人上下其手。你是女子，该矜持自重一些。再怎么恨嫁，也不能生扑啊！要扑也成，你好歹换个人扑行不行啊？爷爷，您别生气，我错了，以后一定谨言慎行。你呀，做事别那么鲁莽。你是女子，更要学会避嫌，注意分寸，保护好自己。知道了，记住了。还记住了？看他那样，根本就没记住。爷爷别气了，下次梨儿一定注意。刚才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我就想让他尝一尝这下酒菜。劝人哪有这样劝的？他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，何必强买呢？你这个丫头，自己送上去，你就不怕自己让人占便宜？一直默默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等着挨训的萧心言眉头一拧，虫子含在嘴里，他吐也不是，是咽也不是，只能被迫咀嚼。这一嚼，瞳孔一张，竟然出奇的好吃。以后注意着点儿，去忙吧。爷爷明日要进城一趟，有什么要带的，你跟爷爷说。我明日跟您一道去。你去做什么？大老远的来回奔波，爷爷帮你带。